人每天都要喝下丈夫亲手喂的毒药，直到被毒死。虽说你贵为公主，但我是你婆母，你做的不对，我也是训得的。婆母赵氏不悦地看着她。冷兰芝看向了不远处的孩子，5岁的孩童似乎被吓到了，瑟缩了一下。看你把孩子吓的，他只是想吃个螃蟹而已。我将军府家大业大，区区螃蟹，他想吃多少便有多少，你何苦为难他？冷兰芝笑了，她重生了。赵氏被她笑得心头发毛，心中越发不喜。我同意收下这孩子，也是为了你好。一直当年是为了躲你才会自请出征，你比谁都清楚。我想着，你若将这孩子照顾得好好的，他对你也没那般抗拒了。否则你一直生不出孩子，外人难免嚼口舌。婆母慎言，相公自请出征，是因为边关需要他，而非故意不与我圆房，落我这个公主的面子，恼是皇室尊严。她似笑非笑。再说，您该庆幸我没能诞下一儿半女。赵氏没想到从前唯唯诺诺的冷兰芝会反驳自己，她都怀疑冷兰芝是不是疯了。前世的确是疯了，被自己的丈夫亲手喂下让人疯癫的毒药，一点点毒疯的。沈临安还在抽抽噎噎地哭着，一边哭一边偷偷观察2人的反应。冷兰芝的目光落到了他的身上，上一世他尽心尽力培养他，后来小小年纪便高中状元，他永远也忘不了沈临安当时仇恨厌恶的表情。这么多年认贼作母，我没有一刻不想杀了你。你这个拆散了我们一家的恶毒女人，还要强迫自己忍着了心唤你一声母亲，你也配做我母亲？母亲，安儿再也不贪吃了，您不要生气。哦，是我错了，不该管着你。日后不要再苛待这孩子的吃食。苛待？他之前不许那孩子贪吃，是因为螃蟹寒凉，吃多了对肠胃不好。若这也算苛待，那日后一切都如他所愿。郑国对驸马的限制并不多，不似别的朝代那般，当了驸马就不许入朝为官。只有一点，驸马绝对不能劈腿。沈一之，你一定要把那女人藏好了。小公子未免太不懂事。小柔为冷兰芝抱不平，您分明就是为了她好，还有夫人也是，您分明已经解释了，她为何就是不信呢？吩咐下去，日后小公子的吃食不必过我这里，全交给夫人。螃蟹是从海边城镇快马加鞭送来的食物，属于贡品。若非有公主的身份摆在这里，小小的平南侯府哪有资格享用？去谨行司，让顾占派几个好手过来。半个月后，沈一之回京了。冷兰芝在饭厅外和沈一之打了个照面。前世临死前，他带着他心爱的女人和养子，亲口告诉他，养子不是养子，而是他的亲生骨肉。当初会娶你，不过是因为你是高高在上的公主，我无法与皇权抗争，才会委曲求全。和你婚后的每一天，只要想到顶着驸马的名头，都会有新的乡土。冷兰芝抑制不住的血液沸腾了起来，她要撕开这虚伪的平南侯府的真面目，要堂堂正正的踹掉这个男人，让平南侯府万劫不复。婆母，公爹。赵氏满脸不高兴。自打大婚，冷兰芝一直唤她母亲。哼，自打那日的螃蟹事件后，这女人就变了嘴脸，就知道这些皇室千金不是好的，浑身上下也就只有身世能看。一只，我的儿啊！赵氏扑了过去。你说你自打成亲后就没在家里住过，好似咱们侯府有什么洪水猛兽似的。冷兰芝眸中漾起一抹讥讽的笑意。她放着华贵的公主府府邸不去住，为这个家辛苦操持了6年，到头来只落得个洪水猛兽的骂名。好了娘，我这次回来暂时不走了。爹爹，是爹爹回来了吗？半个月不见，沈临安胖了不少。沈一之眸中的疼爱几乎要溢出来，好一副父慈子孝的温馨画卷。爹，我娘来了吗？沈家几人齐齐变色。冷兰芝有些惊讶，前世沈临安并未说出这如同炸雷一般的话。他娘。沈一之反应极快。我救他的时候，他昏迷着，并不知他娘已经。我一直骗他说他们母子只是走散了，示意他每次见到我都要问一句。当初沈一之将沈临安带回来时，说他是从敌国手中救下来的孤儿，父母惨死在了敌人的砍刀下。冷兰芝假装信了。原来如此。赵氏不知跟沈临安说了什么，没有再提起娘亲的事情。今日的菜肴十分丰盛，光是巴掌大的螃蟹就有10几只。不多时，桌上的螃蟹大部分都进了沈临安的肚子。突然沈临安哎呦了一声，捂着肚子大叫了起来，好疼！沈一之面色大变，一把将人抱了起来。你怎么了？别疼！传御医。听到他的声音，沈一之看了过来。不必了，你这个毒妇！你怀疑我下毒？沈一之厌恶且仇恨地看他一眼，抱起沈临安就往外冲。任何人都不许动桌上的饭菜，等我回来再说。赵氏这时也反应了过来，朝冷兰芝扑来。你这个恶毒的女人，你敢害我孙子！哎呦！赵氏疼得在地上打滚。你怎么来了？听闻公主要调暗卫，小人过来看看，哪个胆大包天的想要谋害公主，
此人就是令人闻风丧胆的冷面修罗，景行司最高指挥使顾战顾典司，为人冷酷无情，奸佞狡诈，满朝文武没有一个不怕他的。好啊你，谋害我孙子就算了，竟然还不守妇道，带着野男人进门。平南侯这时也反应了过来，白着脸对赵氏冷喝一声：无知妇人，闭嘴！典司大人，您怎么来了？赵氏身体一哆嗦，典司大人，公主可要查查？不必，一切维持原状，等驸马回来再说。大夫，快救人！这边请。进了内堂，大夫把脉观察一番后，初步诊断是食物中毒，具体还要看他这2日究竟吃了什么才能判断出来。中毒，那个毒妇竟是连他的养子都容不下，他要去问问他究竟给阿儿吃了什么，问问他的心肠为何如此歹毒。照顾好公子。副将进了内堂，见沈林安疼得脸色惨白，他心疼不已，心中也对那位公主颇有怨言。大夫，你当真诊断不出是什么毒药吗？老大夫这才意识到自己的表述有问题。哎呀，怪我没说清楚，小公子这不是被人下了毒，而是吃坏了东西。所有人都知道螃蟹不能和柿子同食，可偏偏有人反其道而行。伽蓝公主蓄意伤害侯府嫡子，此事本世子定会请陛下出面，还王平南侯府一个公道。本宫并未生子，平南侯府哪来的嫡子？安儿喊你一声母亲，他便是侯府嫡子。本世子这次回来，就是要将安儿的名字记到族谱上的。你对无辜稚子动手，好狠的心肠！冷兰芝重生后一直在控制情绪，此时怒气直冲天灵盖。真是蠢货！本宫有没有下毒，一查便知。你想要证据，那我就让你死个痛快。说完，他直接让军医检查屋内的饮食，却没有查出半分不妥。这个结果，沈一之自然不信，平南侯夫妇也不信。我知道了，是你帮他湮灭证据的。先是诬陷当朝公主，又是诬陷本典司，你可知是什么罪名？这时，老军医忽地咦了一声，所有人的目光全都集中到了他的身上。敢问驸马，贵妇今日是不是吃了螃蟹？没错，中午厨房蒸了15只螃蟹，沈林安吃了7只。军医面色一变，螃蟹可是大寒之物，孩童脾胃虚弱，不可过量食用，而且一旦不小心与柿子同食，很有可能出现中毒的症状。负责照顾沈林安的小厮便惊呼一声：呀！用饭之前，公子吃了2个柿子。这时，沈一之留在医馆的副将也跑了进来。少将军，那位老大夫说，小公子并不是被人下了毒，而是吃了2种相冲的食物导致的中毒。你贵为公主，难道不知螃蟹性寒，孩童不能多食？赵氏反应过来后，就算你没有直接下毒，安儿变成这副模样也都是怪你。要不是你带了螃蟹来，我也不会吩咐厨房做，更不会。够了，怪我，好大的脸！注意你的态度，这是我娘，是你婆母。若本宫乐意，公公静静唤她一声婆母也无妨；若本宫不乐意，她见到本宫还得行礼。冷兰芝没给她继续发难的机会。你应该去怪你的好母亲。半月前，沈林安嫌我管她吃太多螃蟹，去跟你娘告状，说我亏待她的饮食。婆母你不分青红皂白便训斥，从那天起，她的吃穿用度都是你娘在照料。我不让你管，你就真不管了啊！冷兰芝嗤笑一声，螃蟹是你派人从我这里拿走的，7只螃蟹都是你亲手包的，你娘送进沈林安嘴里的，要我管什么？你这是跟婆母说话的态度吗？沈一之在一旁已经听明白了，原来并不是冷兰芝没有管，而是有自己的母亲拦着，他管不了，但他并不认为这是自家母亲的问题。大胆，竟敢藐视公主！来人，将这老妇押下！你们敢？我可是平南侯夫人，谁敢动我？平南侯夫人算是个什么东西？能大得过当朝一品公主？你究竟想干什么？哼，他分明就是要逼本世子低头，逼本世子宠爱他。当初怎么会瞎了眼，觉得这个女人与娇儿有3分像？如此心肠歹毒的女人，连娇儿的一根脚趾头都比不上。请顾大人原谅我母亲不懂朝中之事，本驸马保证，今后不会再发生这样的事情。公主，您看，既然驸马知错了，便到此为止吧。辛苦顾典司了。顾战淡漠地看着沈一之，既然公主不追究，今日之事暂且就算了。若是再让本典司知道有人对我圣国尊贵无双的伽罗公主不敬，即便是驸马本人，本典司照抓不误。沈一之没想到，顾战不但认识冷兰芝，还很听他的话。这2个人究竟是什么关系？难道背着我做了什么？一之，你定要好好管教他，让他明白什么叫父为妻纲。冷孩儿小的，备车，本宫要见父皇母后。冷兰芝越走越快，上了马车，血液里的躁动才平静下来。只要抓到他私养外室的把柄，就能名正言顺的休夫，治他一个欺君之罪。怎么驾车的？公主，司徒言有个孩子冲了出来。只见一个4、5岁的男孩正躺在地上，额上渗着血。男孩的衣服不算华贵，却也不是平民家的孩子能穿得起的。这
这位贵人，我家小公子年幼，不小心冲撞了贵人，望您大人不计小人过。二人的眼神不住乱飘，看样子是想挤进人群跑掉。抓住他们！你凭什么抓我们？就算我家公子惊扰了你的车驾，但你没有受伤，反而是我家公子受伤了，我们都赔礼道歉了，你还想怎样？是呀，他又没有受伤，何苦为难一个孩子？这些狗权贵除了欺凌百姓、草菅人命，还会干什么？一句句难听的话传入车厢内，小柔气得鼓起了脸。哼，这些人什么都不知道，怎么能如此胡说八道？何必为了一群不认识的人生气？你这是草菅人命。俗话说，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，不管你是何人，都不能当街行凶。这个女人当真是仗着身份为所欲为惯了。驸马，干什么去？很快，沈一之就分开了人群，来到马车前。住手！护卫们面面相觑着，一时间不知道该不该继续动手。愣着做什么？将他们绑了，送去大理寺。你非得胡闹不可吗？他想不明白，他为何变得如此不可理喻。在闹的是你，你究竟是在以什么身份质问我？不论是何身份，都得讲究礼法法度。这个孩子不过是不小心撞上了你的马车，你是一个大人，且身份尊贵，何必要跟孩子计较？虽然你是在扯歪理，但我不想跟你一般见识。我奉劝你最好速速让开，否则将来丢人现眼事小，让人怀疑了你的能力，因此而丢了大好的前程才是的。沈一之脸色更冷。你在威胁我？他没想到这个女人竟是恶劣到了如此地步，分明是他仗势欺人，他只是想救人罢了，他却以前途来威胁他。我行得正坐得端，便是此事传开，该责罚的也不是我，而是仗着身份欺凌弱小的你。那孩子撞了一下马车，短暂的昏迷了过去。冷兰之本想尽快传御医，却总有人阻拦。这时孩子也醒了过来。这2个人要杀我！那2个婆子竟然不是小公子的家人！天，要不是这位小姐慧眼如炬看穿了他们的身份，小公子就凶多吉少了。沈一之更多的指责的话还来不及出口，就僵在了喉咙里。本宫是当朝且罗公主，不论你有什么冤屈，都可尽管开口，本宫会为你做主。刚刚人群的谩骂声变成了赞美声，沈一之抿抿唇，脸色越发冷沉难看。他这样，好像衬得他很蠢。月儿，我终于找到你了！女人愤怒地瞪向那2个婆子。好你们2个吃里扒外的东西，我对你们那么好，你们不思感恩就算了，竟然还敢伤害3少爷！你们等着，我饶不了你们！说完跪在马车前。臣妇见过公主殿下，殿下千岁千岁千千岁。毕竟是本宫的马车将小公子伤成这样的，本宫理应负责。本宫先将小公子带回去，待到小公子伤愈再将他送回府上，否则本宫良心难安。妇人眼神闪了闪。谢公主抬爱，不过这孩子自小就黏着他的姨娘和姐姐，若是离府不归，他晚上找起人来，有些要忍。姐姐，冷兰之脑海中浮现出那道倔强的身影。夜了，快谢过贵人，我们回家了。冷兰之蹙眉，对小柔使了一记眼神。小柔会意，下车追了上去。走吧，回府。自始至终，他都没有多看沈一之一眼。公主，都查清楚了，那小公子是户部侍郎府的3少爷，他亲生母亲是个歌姬，3少爷还有一个亲生姐姐，姐弟2个并不受宠，自小便和他们的亲娘在一处偏院里自生自灭。他还有个姐姐？对，他姐姐是户部侍郎府的吴小姐，奴婢见了这位吴小姐，和3少爷长得倒是有几分相像。至于今日那位妇人，是户部侍郎府的侧室张氏。侧室，说到底也是妾。奴婢已经告诉张氏了，说公主很关心3少爷的伤势，他们应该不敢苛待3少爷。冷兰之又想起了前世遇到少女的那间破庙，他的救命恩人，户部侍郎府3少爷和他酷似的脸。女人每晚都在门外点1盏灯，即便天塌了下来，也要让男人前来侍寝，这就是圣朝公主的传诏规矩。不许点。前世，冷兰之一早就命人点上了灯，可等过来的却是沈一之的贴身小厮。启禀公主，驸马他练剑时不小心受伤了，无法侍寝。为了逃避侍寝，他宁愿伤害自己的身体。可笑的是，他那时还巴巴地跑过去送关心。阿兰，暗中监视驸马，记住他去的每一个地方。阿兰，2个女警行为之一。是，这几年你不在家，如今刚一回来，他定然是巴不得你尽快与他圆房的。日后你们成了真夫妻，也别太惯着他，否则他越发无法无天了。沈一直想着冷兰之今日高高在上的态度，点点头。娘放心，她身份再高贵，既已嫁入了我们沈家，便是沈家的人，理应孝敬公婆，没得摆那些公主的架子。见儿子如此拎得清，赵氏很满意。安儿娘，你可处理好了？放心吧，娘儿已经将她安置在了城外，绝对不会被人发现。我虽不喜公主，但那毕竟是公主，驸马私养外室可是死罪。念，你糊涂啊！
当年他儿与青梅竹马私下定情，因为那女子身份低微，赵氏死活不同意对方进门。恰好冷兰芝爱慕沈一之，他便以死相逼，让他儿想办法娶公主进门。沈一之无法承受失去母亲的痛苦，只能设计让皇帝以为伽罗公主非自己不嫁，下旨赐婚。此事做得很隐秘，他断然不会发现。过几年安儿长大成才，我再想办法让他名正言顺地出现在人前。赵氏有些心慌。你可千万别做蠢事，别害了咱们侯府。娘请放心，不会有事的。赵氏忧心忡忡，但事已至此，他也不敢横加干涉，担心一不小心走漏了消息，他们平南侯府被扣上一个欺君之罪。爷是否被水沐浴？他剑眉蹙起，忽然觉得自己与宫中那些被扛着去侍寝的妃嫔没什么两样。我乃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，怎能跟女子侍寝？简直有违纲常。他心下厌恶的厉害。暂且不必，我还要练剑。不知练了多久，手臂被长剑割开一个口子。来人！哎呦我的爷！你去锦绣院向公主告罪，就说我受伤了，无法侍寝，让她不用等了。阿北领命去了锦绣院，然而看到的是锦绣院外并未点灯，院门还紧紧闭合着。包扎好伤口的沈一之斜倚在床边，见阿北的神色有些奇怪，他心中了然。他为难你了。他等圆房等了6年，今日终于有了机会，他却受伤了，他舍不得对他发怒，便只能为难下人了。小人没见到公主。没见到。阿北垂下头不敢去看驸马。锦绣院已经落了锁，门口也没有点灯。公主怎么如此开心？想起一件开心的事，还记得在一场宴席上，他不小心打翻了茶杯，手背被滚烫的茶水烫出了一片红。他委屈巴巴地告诉沈一之他被烫伤了，受伤了就找御医，我又不会疗伤。这时院门被敲响，下人来报，公主，驸马是在舞剑的时候不小心划伤了手臂，流了好多血。这样啊？冷兰芝并不意外。公主，我们不去看看吗？熄灯休息吧。小柔表情懵懵的。往常公主若是得知驸马受伤了，定然会去关心驸马的伤情。今日是怎么了？累了一天，冷兰芝很快就睡着了。忽然，院门再次被人敲响。夫人，公主呢？赵氏气呼呼地闯进了院里，不经通传便敢闯本宫的住处，婆母是想造反吗？有你这么当妻子的吗？你的夫君受伤了，你竟看都不看一眼？受伤了就去找府医，本宫又不会疗伤，找本宫有什么用？赵氏被噎得一时说不出话来。莫非前些日子我做得太过分，寒公主的心了？若公主去皇帝皇后面前说平南侯府的坏话，影响了儿子的仕途，那才是大事。我承认这些日子确实严厉了一些，但那是因为我从来没有照顾过孩子，所以安儿一哭闹就以为他受了欺负，我该问清楚，而不是贸贸然跑去责备你。都是我们误会公主了。上一世，他为这家升官进爵之路筹谋策划，耗费心血，却从来没有得到过他们的一句道谢和道歉。没想到这一世，他决定收回真心了，却先从这位婆母的口中说出了道歉的话。公主，我保证类似的事情再也不会发生。婆母能管得住自己，但你管得了驸马吗？驸马是你的夫君，而公主你这么好，日后他一点会事事以你为先，将你放在第一位。再发生了什么误会，他也会信任你，护着你。事事以我为先，信任我，护着我。婆母说的可是真的？自然是真的。赵氏见他似是软化了态度，不禁心中鄙夷，面上却是笑得越发真诚。公主，驸马受伤了，你还是去看看吧。你们夫妻许久未见，也正好可以培养感情。我晓得了，我会和驸马好好培养感情的。赵氏满意地点点头，转身出了院子。公主要去腾云院吗？她心里恨极了老钱婆对公主施手段，但公主看不清楚，每次她劝说，公主都会反过来训斥她，让她不要对赵氏无礼。不去。可您刚刚……本宫只说会和驸马培养感情，又没说要亲自过去。你去拿瓶止血药，让人给驸马送过去。半个时辰后，腾云院收到了止血药。公主这是怎么了？若是6年前，她一听到驸马受伤，定然早就过来了。沈一之正打算休息，见阿北在门口踌躇不定的模样，定是冷兰芝过来了吧？他今夜为了躲他，故意划伤了自己。那傻女人不知道这份心思，定然会按捺不住过来嘘寒问暖。或许母亲说的对，女人只有当了母亲，才会收起乱七八糟的心思。只是他答应过他的娇儿，娶公主只是权宜之计，绝对不会让公主生下孩子挡阿儿的路。他有些为难。驸马，公主派人送来了止血药。沈一之一愣，止血药，他人呢？公主没来。让小柔进来。小柔是冷兰芝的贴身侍女，
一般来说，重要的事情都是小柔亲自操办的。来的不是小柔姑娘，而是锦绣院一个3等婢女。沈一之沉下了脸，冷兰芝不亲自过来市集就算了，竟然只打发个不入流的婢女过来送纸血药。好你个冷兰芝，跟我摆开了公主的架子。沈一之心头冷笑，原本还想给她一个孩子的。冷兰芝，你就等着后悔吧。典司大人，公主今日命属下暗中跟踪驸马，似是在怀疑驸马什么？谁允许你泄露公主的秘密的？本典司将你派去保护公主，公主便是你的主人。被主者当诛。典司大人饶命，属下再也不敢了。从今往后，属下这条命便是公主的。公主，你究竟想做什么？莫非驸马做了叛主之事？他虽掌控着圣国最厉害的情报机构，却从来不敢将触手伸到公主和平南侯府的身上，因为他害怕听到华贵无双的伽罗公主的消息，既怕听到她过得不好，又怕听到她过得好。想起白日公主对驸马的态度，他竟抑制不住的开心。却盯着驸马。祖母，太傅太过严厉，安儿不想去皇家学院。这些时日，小公子总是起晚，为这事儿太傅经常罚他，听说手心都打肿了。先前冷兰芝为了让沈临安接受最好的教育，动用公主的特权，将沈临安排进皇家学院里，让当今天子的恩师杜太傅教他学问。乖宝，去皇家学院读书是多少人求都求不来的福气，你怎能不去呢？赵氏轻声哄着他，便是再怎么粗鄙无知，也明白皇家这2个字所代表的意义。若是他的宝贝孙子能够与皇子们交好，抱上未来的皇帝的大腿，他们就不需要再通过娶公主来光耀门楣。冷兰芝走了进来，公主来的正好，你跟杜太傅说说，让他别老针对安儿。冷兰芝闻言看向沈临安，安儿以为杜太傅责罚你，是因为他针对你。沈临安昨日食物中毒，到现在也没好利索，便正好称病不去。公主母亲向来严厉，他忍不住瑟缩了一下。公主若是不愿，大可以直接开口，何必吓唬一个孩子？正好此时，沈一之也进了屋，他蹙眉朝着冷兰芝看去。怎么回事？还不是公主，我只是想让她跟杜太傅说说，让她别老针对安儿。公主不答应就算了，还吓唬安儿。沈一之沉下脸，终于拿正眼去看冷兰芝。可有此事？冷兰芝垂眸，又来了，那种血液沸腾的感觉又来了。他忍下怒火。从进入房间开始，我只说了一句话，安儿以为杜太傅责罚你是因为针对你。敢问驸马，这句话里哪个字有吓唬的意思？沈一之愣了愣，单听这句话，确实没有不妥。杜太傅为何责罚安儿？在他想来，安儿乖巧可爱，颇为勤奋好学，就算是因为身份的问题得不到太傅的嘉奖，也没理由会被责罚。除非有人故意针对安儿。冷兰芝看着他仇恨的眼神，就知道他想到了什么不堪的东西。杜太傅是天下文人的表率，为人最是公正守礼，他严格待人，便是当今太子犯了错，他也会直接指出。驸马与其在心中杜撰一些莫须有的罪名，不如好好问问沈临安究竟在皇家学院做了什么，才惹得太傅生气罚他。沈一之这才消散了些怒火。你究竟做了什么，惹得杜太傅生气了？沈临安又瑟缩了一下，不敢去看沈一之的眼睛。见他这样，沈一之还有什么不明白的？得了，回答我。沈临安哇的一下就哭了出来。安儿是你的儿子，你们父子2年未见，你刚回来他就受了那么大的罪，如今身体刚好一些，你就为了别人的3言2语训斥他。这么说来，是本宫不对了，本宫不该让驸马去调查沈临安这2年在皇家学院的所作所为，更不该在他哭的时候不顺着他。他轻轻叹了口气。瞧本宫这记性，半个月前本宫便将管教沈临安的事情交还给了婆母，这些事情本宫的确是不该操心。说完，他微微摇了摇头，便离开了。沈临安，为父再问一遍，你究竟做了什么，惹得杜太傅屡次责罚你？一只赵氏不高兴了。冷，你若是想毁了我平南侯府，尽管纵着他。一听毁了平南侯府的字样，赵氏面色微变，却还是有些不服气。哪有那么严重？不过就是小孩子稍微贪玩了一些。沈一之让下人过来带走了沈临安。冷，我与公主这辈子都不可能生下平南侯府的嫡亲血脉，安儿便是侯府未来的世子。若安儿没有学识，没有见识，将来如何继承侯府？胡说！你们都还年轻，怎么可能生不出孩子来？她是公主，娘，您觉得若是她有了自己的孩子，还能容得下安儿这个养子吗？以皇家的手段，若是想让一个没背景的人死，太容易了。赵氏神色顿时慌乱了起来。不，我绝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。被沈一之敲打过后，赵氏明白了教育的重要性，也明白了能得到杜太傅的好感有多重要。于是赵氏决定亲自督促沈临安成才。公主必定是没有生过孩子的，不知道怎样才能让孩子听话，养个孩子而已，哪有她那样费劲的？
赵氏一脸鄙夷。沈一之没反驳母亲的话，因为他也觉得冷兰芝太过无能，到底不是亲生儿子，所以他严厉起来才毫不手软。若是换作娇儿，安儿根本不必承受这些委屈。冷兰芝回到锦绣院后，你带着补品去一趟户部侍郎府。小柔很快就反应了过来，要不奴婢将三少爷带过来。冷兰芝微微摇头，他受了伤，先让他静养吧。告诉户部侍郎，就说三少爷颇合本宫的眼缘，等他伤好以后，让侍郎夫人带他来见本宫。3日后，户部侍郎夫人黄氏带着三少爷姐弟上门。三少爷名叫贺恒月，5小姐名叫贺芊芊。2个孩子见到冷兰芝，随着黄氏一起动作声色的行礼。前世见到这丫头的时候，她浑身上下都写着生人勿近4个字，但还是给了她唯一一块油酥笔，还帮她骗走了那些坏人。赵氏听闻有客人上门，却没来拜会自己这个主母，而是去了冷兰芝那里，顿时很不满。祖母，我肚子疼，能不能休息一下啊？赵氏有些心累，这几日他负责教导沈临安，一到要读书写字的时候，不是喊饿了就是喊累了，总之他有办不完的事，生不完的病。赵氏压下了心头的烦躁感觉。你先休息，我有事出去一趟，回来再陪着你练字。赵氏进来的时候，恰好听到贺恒月背完《三字经》的最后几句，他心中有些不屑。安儿早就会背了，还会写前面几句呢。你可知这是何意？回公主，不知。说完，他羞赧地把头垂得更低，小姑娘身上也笼罩上了颓丧之气。教给你《三字经》的人没有告诉你其中的意思吗？没有。哦，本宫很好奇，究竟是哪位先生如此误人子弟，只传授文章，却不负责解惑？王氏有些心虚。公主，这孩子还没蒙学，估计是偷偷听他的哥哥们背诵，便学会了吧。户部侍郎府的公子4岁了还未蒙学，本宫记得寻常官家的孩子3岁便可以蒙学了吧？王氏顿时冷汗涔涔，蒙什么学？他前些年恨不能将这小子丢得远远的，没让对方饿死已经算他仁慈了。回公主，我弟弟的《三字经》是我教的，我是跟我姨娘学会的，我姨娘可有才了。哦，你也会背？我不但会背《三字经》，还会背《弟子规》，还会背很多诗。小丫头虽然只有7岁，却能明白，只要能让这位尊贵的公主看中她姐弟，他们就不用再忍受府中下人的冷眼，父亲和嫡母的苛待。背来听听。贺芊芊也不露怯，先是完整的背出了《三字经》，又背出了几首诗。皇室有些坐立不安。这丫头倒是个妙人儿。小柔上。小柔给了小丫头2片金叶子。本宫这里无趣的紧，正缺一个逗趣儿的人，你可愿意过来陪本宫？贺芊芊一刻都没有犹豫。我愿意。公主，这是否不合规矩？本宫就是规矩。乡下出身的赵氏不敢相信，她平日里巴结不得的官夫人，竟然对公主如此恭敬，她不得不重新审视这个儿媳的分量。冷兰芝，你这小贱人，今日是故意害我出丑的，是不是？阿香冷了脸，将人拦下。不得无礼。沈一之正好看见，以为自家母亲被欺负，顿时怒火中烧，跪下。阿香是锦行尉，虽然只是7品，比沈一之低上了1级，单看官职的话，的确应该跪。他正要弯下膝盖，阿香回来。纵然你是公主，也不能纵容收下伤害我的母亲，你的婆母。驸马忘了螃蟹和柿子了。沈一之一愣，难道他又误会了什么？想到这种可能，他不禁有些难堪。到底发生了什么？都怪他，是他故意害得我出丑的。沈一之用怀疑的眼神看向冷兰芝。本宫今天一大早就出去了，刚刚才回来，经过花园的时候就听到婆母在教训沈临安，还没走几步婆母就追了上来，她说本宫故意害她，还骂本宫是贱人。她漫不经心地啧了一声，眼神带了7分薄凉。侮辱皇族，诛9族都不为过啊！赵氏顿时怂得不行，想到自己是公主婆母，瞬间又不怕了。你是不是早就跟杜太傅勾结好了，让他狠狠羞辱我？什么意思？杜太傅羞辱你？杜太傅的影响力如何？你娘不知，你难道也不知？你就允许他如此空口白牙的诬陷杜太傅？若是此事传了出去，莫说你平南侯府不保，便是本宫也得陪着你们倒霉。他不可置信地看着自家母亲。您真的诬陷杜太傅？赵氏虽然心虚，但也没有忘记为自己狡辩。他就是羞辱我了，他故意把我叫去皇家学院，把我骂了个狗血淋头。杜太傅虽为人刚正严苛，却也不是喜欢胡乱发脾气的人，他训斥人总归是有缘由的。婆母，你最好如实招来你做了什么，否则此事闹大的话。你还不说实话吗？赵氏从没被儿子凶过，这会儿惊呆了。是因为安儿。原来是这些天沈临安表现不佳，杜太傅派人去找冷兰芝来谈谈，不料这事儿被赵氏知道后，
怀疑杜太傅和冷兰芝商议怎么毁掉沈临安，然后在杜太傅面前来了一出泼妇撒泼，各种难听的骂。反应了过来的杜太傅素着一张脸训斥赵氏，没多久赵氏就被骂哭了，带着沈临安灰溜溜地离开了皇家学院。既然婆母总担心本宫会害沈临安，那从明日开始，皇家学院他就不必去了，你们另请高明吧。他顿了一下，只是本宫有一事想不明白，沈临安不过是一个养子，婆母和驸马是否未免太过于紧张他了？母子二人的心里均是一咯噔，他莫非是发现了什么？冷兰芝回到锦绣后，你去准备些礼物，稍后本宫亲自去给杜太傅赔礼道歉。公主何必再管小公子呢？当初您为了请杜太傅出山，耗费了那么大的心血，小公子不珍惜就算了，驸马和夫人也不珍惜，还跑去骂杜太傅。哼，谁说本宫是要管沈临安了？杜太傅是看在本宫的面子上才出山的，今日他受了委屈，本宫自然不能没有表示。小柔面色一喜，您不打算管小公子了？不管。一个从来没有把他当成娘的白眼狼，管来何用？第二日，皇家学院来了个太监传话，打今儿个起沈临安不用再去皇家学院，什么时候他能踏下心来好好学习了？陛下什么时候再考虑让他回去？赵氏当下就急了，打算找冷兰芝出面。夫人，马车上的人应该不是公主，而是贺吴小姐。贺小姐就是户部侍郎家的那个吴小姐。对，奴婢听说公主昨日亲自带贺小姐去了一趟杜府，请谢夫人收下贺小姐为徒。今日应该是贺小姐去正式上课的第一日。她这不是吃饱了撑的吗？贺家那丫头与她非亲非故的，放着沈家的血脉不管，却去管一个外人。说完转身去召沈一之。一之，我觉得公主变了。沈一之一愣，娘这是什么意思？他的脑海中忍不住浮现出了这几日见到冷兰芝的情形，他对她确实很冷淡，没有主动找过她，甚至侍寝的宫灯都没有点过。当年我看她满心满眼都是你，还以为她是个好的，如今看来皇家之人果然都薄凉，你不能再冷着她了。我听说皇室公主若是不喜欢自己的驸马了，是可以和离的，无论如何你都不能让她跟你和离，否则我们平南侯府就完了。沈一之闭了闭眼，他把公主娶回家可不是为了当摆设的，而是为了借助他将平南侯府发扬光大。赵氏见儿子不知在发什么呆，有些不满。我知道你有远大的志向和抱负，知道你心高气傲，但你要知道，如果没有公主，这些东西都是虚的。我知道了，冷。他不欲再继续这个话题。安儿什么时候可以回皇家学院读书？公主不愿意去说情，说她没脸，还说让我们从安儿的身上找原因。尽管已经做出了日后要伏低做小的心理准备，却不妨碍他表露出对这个公主儿媳的不满。他就是故意的，故意拿巧，故意让我们知道他有多尊贵。不说这些了。沈一之唤来小厮，将沈临安平日里的作业拿过来，看着手里这一堆纸上的鬼画符，他气得额头蹦出了青筋。这是小公子的作业。小厮感受到了自家少爷的怒气，顿时吓白了脸。回驸马，确实是小公子的作业。不可能，我看过安儿的字，就算比不上大人写的，但也绝对没这么丑。他瞪着那小厮说，你是不是故意拿了你自己写的东西，冒充是小公子写的？你是不是想害小公子？小厮面色大变，扑通一声跪了下去。回夫人，小人不敢，绝对不敢，这真的是小公子的字。究竟是怎么回事？想着莫非是冷兰芝搞的鬼？回驸马，小公子之前的字的确很好，还被杜太傅夸赞过，那是公主每日都亲自监督小公主练字。自打半个月前公主不再教导小公子了，小公子就不再好好练字。胡说！明明每次本夫人去书房看安儿的时候，她都在好好练字。那是小公子将以前的字拿了出来骗夫人的。事实上，他本根没有好好练字，一直在书房玩，直到快要吃饭了，才会胡乱画出一些字来交差。赵氏不可置信，这怎么可能？而且小公子每天都不好好睡觉，等您离开后，他会让小人点上灯，让小人陪他玩游戏，还威胁小人不能说出去，否则的话就让夫人将小人发卖出去。沈一之的脸色则是阴沉的可怕。难道以前他不这样？小公子以前也这样，甚至还装病呢，后来被公主教好了。事情的真相让母子两个都沉默了下去，一时无言。女孩只是吃了一口饭，就被熊孩子撒了一身滚烫的粥，烫的女孩直接跳了起来。你是什么人？凭什么和我母亲吃饭？这是我的新裙子，坏蛋！谁让你抢我的粥，抢我的饭？这里是我家，不是你家，你滚回你家去！不许抢我的东西，不许抢我的母亲！他说完还不解气，又重重推了贺芊芊一把。芊芊有没有烫着？我没事。冷兰芝神色一冷，沈临安，你学了2年规矩，便是这么学的，道歉。沈临安肉乎乎的身体一颤，他哇的一声哭着跑了。
跑出锦绣院的时候还狠狠摔了一跤，公主母亲却半点也没有要来看她的意思。祖母，呜呜呜！怎么回事？谁欺负你了？吼完，她才意识到，整个平南侯府就只有一个人会欺负她的乖孙。是不是公主欺负你了？沈一之踏进饭厅的时候，正好听到赵氏这句怒吼，她的第一反应也是沈临安被公主欺负了。我……沈临安我了几声，却不知道该怎么说。公主母亲刚才的行为，算是欺负她了吗？让她不开心，应该就是欺负她了吧？是，好啊！赵氏怒不可遏，她这是装都不打算装了。赵氏顿时没了吃饭的心思，拉着沈临安的手就往外走。祖母去给你讨公道。冷兰芝这边正在检查贺芊芊今日的作业，小丫头很聪明，也很勤奋，写的字都有模有样。谢夫人说了，明天、后天和大后天我都可以不用去她那里，先把这几句话练熟，再弄懂其中的意思。好，书房一早就给吴小姐收拾出来了，明日您就可以好好练字了。为何要等明日呢？从今天开始不行吗？她现在很兴奋，迫不及待的想要去练字。爹，以前小公子每次要练字的时候，都会露出一副死了爹一般的哭丧表情，没想到吴小姐如此积极。忽然有丫鬟进屋禀报，公主，驸马和夫人带着小公子往这边来了。她小心翼翼地看了冷兰芝一眼，他们的脸色好像不太好，一定又是小公子在搬弄是非。她就不明白了，别人家的孩子在5、6岁的时候都是天真可爱，怎么他们家的小公子却是如此讨厌？三人进来的时候，冷兰芝还斜倚在椅子上。公主，你没看到我们吗？冷兰芝闻言，手臂支撑起了身体。看来她还是在意的。赵氏也很得意。什么公主？见到我这个婆母，还不是要起身相迎？然而冷兰芝只是调整了一下姿势。婆母和驸马此来是有何事？沈一之蹙眉，赵氏也沉下了脸。什么话？一之是你的夫君，我是你婆母，没事就不能过来了。再说这锦绣院也是平南侯府的地方，在自己家里，我们想去哪儿就去哪儿。见他不说话，赵氏更得意了。你身为长辈，怎能欺负一个晚辈？沈临安，本宫如何欺负你了？沈临安不知道怎么说，急得红了眼眶，大滴大滴的泪水落了下来，看起来可怜极了。赵氏心疼不已。公主，你不要太过分了，当着我们的面就威胁孩子。本宫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你想好了要不要说实话？本宫欺负了你吗？沈临安已经隐隐意识到了，自己刚刚说的话引起了公主母亲的愤怒。本宫给过你机会了，随即吩咐小柔去把吴小姐的裙子拿过来。不多时，她拿来了一件小女孩的裙子，鲜艳美丽的裙子的下摆处有一道长长的污渍。沈临安瑟缩了一下，不敢去看那条裙子。沈一之也发现了儿子的心虚，他的心中产生了不安的预感。不久之前，小公子突然跑了过来，无缘无故打翻了吴小姐的手里粥碗，还当着公主的面推吴小姐，骂吴小姐是坏人。他哼哼道：幸亏厨房怕公主烫着，提前了半个时辰将粥熬好晾温了，粥不算烫，不然夏日衣衫单薄，吴小姐肯定会被烫出伤疤。赵氏和沈一之都愣住了，没想到竟然是沈临安先动的手。赵氏想到了一种可能，是不是喜这丫头私底下欺负安儿了？绝无可能。从芊芊进府开始，除了去杜太傅的府上学习之外，其他时候从未离开过锦绣阁，更没有跟沈临安接触的机会。沈临安这一次是真的委屈的哭了，他不明白不久前还对他非常好的公主母亲，这次会为了另一个女孩而指责他，用陌生又厌恶的眼神看着他。沈临安，别装了，我带了你2年，你的脾性没人比我更了解。贪玩、自私、恶劣，只要你自己开心，你可以心安理得地诬陷别人，哪怕那个人对你千好万好。被欺负的人是芊芊，她都还没有说过委屈，你有什么委屈的？沈临安虽然年纪小，也听懂了贪玩、自私、恶劣是什么意思。公主母亲在骂他，就算是安儿先动手的又怎么了？左右不过是小孩子间的玩闹，你还是安儿的母亲，你怎么能帮着外人欺负她？对你们来说，芊芊只是一个外人，对本宫来说却不是。他不想再看这些人恶心的嘴脸。带着沈临安回去吧，没事别往本宫跟前跑。来人，送夫人和驸马离开。冷兰之垂眸，只有这样才能掩饰心头疯狂涌动的杀意。赵氏气结，还想说什么，沈一之却沉声道：走吧。安儿，你为何要撒谎说你母亲欺负了你？听到质问，沈临安更委屈了。我没有撒谎，螃蟹是我的，锦绣阁的饭菜都是我的。公主母亲把所有的饭菜都给了那个贱丫头，这还不算欺负我吗？沈一之和赵氏满脸震惊之色。啊，你所说的欺负就是这个意思？他点了点头。是。这孩子还是由公主继续教导吧。他承认公主把孩子教育得很好，从未敷衍过。
可自从跟了他娘，这孩子就被养得乱七八糟。我知道了，等会儿我派人跟他说一声，从明日开始让他继续带着安儿。你去准备些东西，等会儿去送给公主。他今日会出现在锦绣院，就是一个信号，是在告诉他，他愿意踏进锦绣院了。今夜他可以点灯，每每看到那张尊贵无双的脸，都会产生一丝悸动。驸马，锦绣院未点灯。沈一之的脸色顿时黑沉如锅底。未点灯？阿北不敢看他的脸色。是的。哦，很好，亏我刚刚还念在。他闭上眼。罢了，他终究是不配得到他的怜爱。一个外室孩子的生辰，居然还要大操大办。公主，半个月后便是安儿的生辰。你也知道，丹儿入府2年，一直都是以养子的身份在府中住着。我们都不想让这孩子受委屈，所以想着在他生辰宴的时候公开承认他的身份。什么身份？赵氏噎了一下。自然是侯府嫡子的身份。不等冷兰芝说什么，他又补充道：你放心，虽然这孩子会成为平南侯府的嫡长子，将绝对不会妨碍你和一之的亲生骨肉的路。平南侯府永远都是你和一之所生的孩子的。见冷兰芝不开口，赵氏心中着急。沈一之正要说什么，冷兰芝开口了：好啊。生吗？本宫说，本宫同意了。半个月后，沈临安的生辰宴，本宫会正式收他做养子，给他上沈家的族谱。生辰宴后，本宫会去找杜太傅说情，让他回皇家学院读书。沈一之只觉得自己好像一拳头打在了棉花上一样，那种感觉非常不舒服。他能不能在皇家书院站稳脚跟，就要看他自己了。若是他再被赶出来，本宫绝对不会再出面。他顿了顿。另外，既然你们已经决定了要将这孩子养在本宫的名下，那他就是本宫的儿子。日后本宫如何管教，你们都不要再来插手。本宫更不希望再发生一次螃蟹事件，不知婆母和驸马可能做到？公主放心，绝对不会了。沈一之默默看着那高贵的女子，然而他自始至终都没有回头看她一眼。驸马和夫人欺人太甚，当年驸马一声不吭的带个养子回来扔给您，您辛苦抚养了他2年，小公子不但不感激您，还总告黑状说您欺负他，简直是半点良心之心也没有，还让您正式收了小公子做嫡子，他配吗？小妮子气得口不择言。底下的下人们都在议论，说驸马他们对小公子好得过分了，谁家的养子能得到这个待遇？那不像是养子，像是侯爷和夫人的亲孙子，驸马的亲儿子。连下人都看出来了，他前世还真是一叶障目呢。此事我心中有数，你不用担心。公主，这些6年来驸马、侯爷和驸马的心腹所购买的宅院。冷兰芝接过折子一看，1年前沈一之购买了一处2进制的宅院，还买了10个丫鬟仆妇、10个家丁以及10个护卫，比公主的排场还大。看来这就是用来藏娇的金屋了。半个月后，小柔带来了最新的消息。公主，如今外面都在传颂您的美名呢。哦，外面都在夸我。外面的人都在说公主如何仁德慈爱，连一介平民都愿意收为养子，封为嫡子。这些自然是沈一之传出去的，是给沈临安造势，也是为了堵住父皇和母后的口。他之所以答应下来，不过是想借着他们的手，将那个躲在后面的娇儿引出来罢了。盛京某处宅子里，公主真是个大好人，竟然愿意收养非亲非故的孩子。真羡慕那的孩子，当了公主的养子，便是正经的皇亲国戚了，将来的前途不可限量。你们刚才说的公主是怎么回事？什么收养？丫鬟们没有多想，眉飞色舞地说起了外面的传闻，听得女主人的脸色也越来越难看。她比沈一之进京还早半个月，就一直没见上面，就连她的宝贝儿子进了侯府之后，就和她断了联系。她急，她恨。去请张千户过来。张千户从6品千户，是他相公沈一之在军中的副将，也是沈一之的好友。张大哥，我听了京中的传言，公主真的要收下安儿了吗？是的。于婉儿娇躯一颤，眼泪便扑簌簌地落了下来。怎么这样？少将军，哦不，沈百户没告诉你吗？于婉儿满脸苦涩地摇头。没有，一之哥回京后就没来过这里，他可能已经把我给忘了。张千户看着女子娇美的脸颊上落下的晶莹泪珠，心头满是不忍。于姑娘，你切莫胡思乱想，沈百户一定是被绊住了，等他找到机会就会来看你。真的吗？真的，沈百户对您的情谊我们都看在眼里，在我们兄弟的心中，您是我们唯一的少将军夫人，侯府少夫人。我已经许久没见过安儿了，明日她就要正式认公主为母，公主身份高贵，安儿能有她照顾自然是很好，只是我张千户觉得自己的心都要碎了。什么公主不公主的，公主什么再高贵也比不过你这亲娘。可是
可是阿儿那么小，时间太长了见不到我，他会不会把我忘了？那怎么办？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若是能时常见到阿儿，他还能想起来我是他的亲生母亲。可公主定然不愿，相公他也不知道是怎么打算的。张千户就没见过哭得这么脆弱，这么让他有保护欲的女子。你放心，这件事包在我身上，我一定让你见上儿子，一定不会让林安忘记你这个亲娘。谢谢你，张大哥。张千户走后，于婉儿擦了擦眼泪，眸中划过了一抹金光。她忍辱负重，在边塞跟着沈一之吃了6年的苦，为的可不仅仅是当一个外室，她要让公主替她栽培相公，培养儿子，壮大侯府。最后，她取而代之。公主真美，今日必定能够艳压群芳。走吧，好戏要开场了。公主，小公子他找到了自己的生母。什么？一时间，众人都露出了惊讶的表情。沈一之强忍着慌乱，你可知道你在说什么？安儿的生母怎么可能出现在这里？小柔肩膀一颤，回公主，回驸马，奴婢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奴婢找到小公子的时候，他正窝在一个女人的怀里，我们所有人都听到他唤那女人母亲。听闻沈小公子的母亲自2年前便失踪了，没想到今日会出现，还是在平南侯府出现，蹊跷的很呐。冷兰芝听出了这人是在给自己递刀，此事的确蹊跷，把他们带过来，本宫要亲自审问。赵氏的脸色越发难看，沈一之也下意识握住了拳头。公主，此事交给我吧，我一定审问清楚。本宫身为一国公主，自然要做好表率，不放过一个坏人，也绝对不会冤枉一个好人。把人带上来吧。话落，阿兰压着一个女人走了过来，看到那张清新秀丽的脸，所有人都露出了怪异的表情。这张脸和公主好像，不过公主从来不会露出楚楚可怜的表情。相比之下，这女子过于柔弱和廉价了。父亲，您快命令那个坏女人，让她放开母亲。驸马这是给公主戴了绿帽了吗？连孩子都有了，还堂而皇之的把孩子养在了公主身边，胆子也太大了。不可胡说。安儿，那女子真的是你的生母吗？但说无妨，凡事都由本宫给你做主。驸马，你不想让这孩子说实话？莫非真的有什么见不得人的隐情？公主，都是民女的错，求公主不要怪罪驸马和安儿。沈一之一听这声音，脚下便是一软，险些跪了。娇儿想干什么？莫不是想承认我们之间的关系？冷兰芝盯着于婉儿，眸底露出的疯狂和杀意。沈一之忍不住心惊。公主，她只是于婉儿6年前出现在边境的柳城，深居简出，有一幼子。只是2年前不知为何，幼子突然不见了。1个半月前，于是进京，一直住在南街的沈宅，宅中有丫鬟仆妇和家丁30人。沈一之心中大惊，这个顾战，他想干什么？于婉儿被压在地上，只能遥遥地仰望那女子，好不狼狈。她早就知道公主的存在了。只等沈一之功成名就之后，我就可以成为平南侯府的少夫人。公主再高贵又如何？得不到男人的心的女人，最是可怜。公主容禀说。于婉儿本以为那女子肯定要为难自己一番，再费一番周折才能找到解释的机会呢。启禀公主，民女本是罪臣之女，6年前被好心人赎身带到了柳城，民女与那人情投意合，便结为了夫妻。不料婚后没多久，夫君就失踪了，只留下了民女孤苦一人，生下了孩子。在孩子3岁那年，有一日贪玩跑了出去，便再也找不到了。于婉儿的声音充满了悲伤。这2年来，臣女一直都没有放弃寻找夫君和孩子，直到不久前，夫君托了人给民女送来了银子和地址，让民女来盛京等他。又恰逢某一日外出，意外地看到了在街上逛街的阿儿，民女才知道，原来阿儿当年险些死于边境蛮夷之手，被沈小将军救了，便收做了义子。于婉儿一脸凄苦的模样。民女一直想上门说明情况，又怕，意思很明确，公主已经把沈临安当成了自己的亲儿子，谁有胆子去跟公主抢儿子？沈一之也回过了神，暗暗舒了口长气。好厉害的口舌。如此说来，此事是我的不对了。当年救下安儿之后，应该加大搜寻范围的。若是我没放弃，说不定当年安儿早就找到了生母。沈小将军莫要这样说，您能于百忙之中救下安儿，并安置好他，民女感激不尽，怎会怪您？二人巧舌如簧，3言2语便扭转了局势。可怜天下父母心呐！沈一之见公主似是不生气，终于松了口气，于婉儿也放松了下来。沈家男子如此疼爱儿子，甘愿冒着被杀头的风险混入侯府，如此母爱，令人感动。沈一之的心中产生了不安的预感。本宫也不好横亘在中间做个恶人，平白让你们忍受母子分离之苦，给沈临安上族谱的事情做爸爸。于婉儿被炸懵了，这怎么可以？她几乎是尖叫着问出了声。怎么不可以呢？
沈家娘子为了看一眼亲生儿子，不惜冒着天下之大不韪来到侯府，确实是母子情深。公主的确不该强人所难。沈一之简直想用眼刀杀死那条唯恐天下不乱的疯狗。本宫亦是如此觉得。生辰宴结束后，沈家娘子便将安儿领回去吧。不只是他，几乎是场中所有的人都是这么觉得的。于婉儿此时神色茫然，她不明白为何自己只是因为思念之情见了安儿一面，这一切就都变成了水中的泡影，啪的一下就碎了。公主，安儿与您一起生活了2年，早已将您当做了亲生母亲。赵氏也很着急。是啊，公主，你与驸马一直没有孩子，这2年都是安儿在陪着我，我早把他当成了亲孙子，你如今要让他离开，这不是要我的命吗？那可是他亲孙子，唯一的嫡亲的孙子。一旦安儿被带走了，日后还如何去皇家学院，如何与皇室攀上关系？我与安儿也有了几分父子情分，想必公主也是如此。他以为公主应当会和从前一样，乖乖听他的话，任由他轻松拿捏。看来婆母和驸马都很喜欢这孩子。既然如此，他顿了顿，就让婆母收沈小娘子做义女。如此，你成了侯府的小姐，安儿自然也就成了侯府的小公子。你意下如何？于婉儿艰难地开口。不必了。你这人当真有意思，本宫便忍痛将孩子还给你，可是你不愿意。本宫做主抬了你的身份，让安儿成为正儿八经的侯府小公子，你也不愿意。你告诉本宫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做侯府的小姐，那岂不是和相公成了兄妹？记得前世。于婉儿居高临下地看着他。多谢公主这些年替我养儿子，照顾相公，将2等侯府变成了1等公府。你放心的去吧，我会好好享受这一切的。于婉儿好不容易平复了心情。谢公主的好意，只是民女身份低微，万万不敢生起不该有的心思。生辰宴结束后，民女便将安儿带回去。冷兰芝一脸遗憾。既然你不愿意，本宫也不好强人所难。若是日后后悔了，随时来找本宫。于婉儿用力咬了咬后槽牙。多谢公主。本宫乏了，先回去休息。你们再和安儿好好叙叙旧吧。毕竟过了今天，日后再想见面也不容易了。沈灵安怔怔地看着公主离开，露出了委屈的神色。她追了出来。日后我还能喊你母亲吗？冷兰芝更加意外了。不可以，你的母亲只有一个人，便是沈家娘子。至于我，你从未将我当成过母亲，反而每次见到我都既害怕又讨厌。沈灵安面色大变，不等他说出什么，公主干脆地转过了身，再也不看他一眼。我最讨厌你了，果然只有我娘才是真正的娘，才是真正的对我好。外侍女自作聪明，反被赶出府。混账！瞧瞧你干的好事。有话好好说。怎么好好说？你告诉我怎么好好说。赵氏见不得儿子护着一个女人，被气得不轻。他勾引着你一离开盛京就是6年，他在外面是称心如意了，什么糟心事都留给了我和你爹。如今你好不容易回来，安儿也即将有美满的将来，可就是因为他沉不住气，一切都毁了。沈一之也有些责怪于婉儿的自作主张，见他2眼挂满了泪水，是那么的惹人怜爱，他的怒火一下就散了。婉儿她也只是想见一见安儿，当娘的思念孩子，能有什么错？他什么时候不能见，就非得在这个时候出来现眼。现在好了，什么都没了。于婉儿突然跪了下去。娘，夫君，都是我的错，我将近1个月没有见到安儿，太过思念他，才做出了此等错事。他抽泣着。我以为公主心胸宽广，便存了侥幸的心思，觉得就算是被发现了，公主也会因为在意安儿而接受我这个生母，没想到却因此而触怒了公主。沈一之只觉得心都快要碎了。别哭了，此事不怪你，是我考虑不周，让你长期忍受母子分离之苦，也怪公主心胸狭隘，竟然不能容忍你这个生母。赵氏虽不喜欢公主儿媳，但她更不喜欢这个于婉儿。妾身愚钝，全凭娘和夫君做主。别喊我娘。赵氏十分厌恶。你这辈子能不能进门还不一定呢。婉儿是我心爱的女人，是安儿的娘亲，你对她客气一些。赵氏快气死了。好了，还是先说正事吧。此事我已经有了计较，过几日我有办法让公主主动提起，把安儿接过来。既如此，就让她先把安儿领回去。他警告地看着于婉儿。安儿是我平南侯府唯一的血脉，你可得照顾仔细了。若让我发现安儿受了委屈，定不饶你。夫人放心，安儿是妾身的骨肉，妾身宁愿自己受伤，也舍不得她吃一点苦。见过公主，这俩孩子下了宴会便吵着要先来见公主，我们追也追不上。冷兰芝和贺芊芊姐弟说话，神色间十分亲密，满眼慈爱。远处，沈一之一家3口看到了眼前的一幕。于婉儿状似不经意道：“
听闻公主很喜欢贺武小姐，我还以为是传言，不料竟然是真的。沈一之心里很烦躁，不过是个外人的孩子而已，也值得他如此看重。于婉儿偷偷观察着他的神色，见他眼神渐渐变得阴鸷，见好就收。公主，时间不早了，我们先告退了。侍郎府众人正要离去，看见了远处的几人，驸马和沈家娘子。驸马在军营待惯了，不拘小节，但总该为沈家娘子的名誉着想。深更半夜，孤男寡女，若传扬出去，沈家娘子如何做人？他语气淡淡，话语却非常犀利。就怕届时沈家老爷迁怒到安儿的身上，以为这孩子是野种，那驸马的罪过可就大了。沈一之和于婉儿的心忍不住砰砰直跳，冷兰之每一个字都像是响亮的巴掌，抽打着他们脸上的遮羞布。公主慎言，沈家娘子是安儿的生母，这些年一直都为夫君守身如玉，你莫要羞辱于她。安儿是我唯一的孩子，才不是什么野种。驸马是否过于严重了？公主只是真心为沈家娘子着想罢了。本宫不过是不想将来安儿的名声受损。既然驸马和沈家娘子都觉得本宫是多管闲事，那随便你们。只是日后安儿若是出了什么事，你们莫要又求到本宫的头上来。于婉儿泪意朦胧，似是不明白自己为何会被扣上这样一顶大帽子，又为何会和安儿扯上关系。冷兰之懒得再看他演戏，他是有机会收拾这个前世害得他惨死的女人，只是时机还不到。正所谓捉贼捉赃，捉奸拿霜。沈家娘子这是怎么了？莫不是生病了？本宫听闻动不动就哭的人，其实是患了一种名为泪失禁的病。公主，沈家娘子是被你气哭的。本宫何时气她了？难道好心提醒也是气吗？沈一之眸中涌动起了怒。我们两个清清白白，哪里需要公主提醒？罢了，驸马说清白便清白吧。他不再理会那二人，对侍郎府婆媳歉意道：让你们见笑了，回去吧。第二天，沈家娘子深更半夜和外男私会在小范围传开，所有人都知道这位娘子没有分寸，绝对不是什么好人家的姑娘。安排好了吗？回公主，都安排好了。张千户今日不当值。公主准备什么？张千户是谁？冷兰芝并未将自己的计划告诉小柔，所以在小柔的心里，冷兰芝还是那个爱慕驸马的公主。跟本宫去看看就知道了，去看一场好戏。张大哥，你是来兴师问罪的吗？张千户名张仲谦，6年前随着沈一之出征，他是军中唯一一个知道于婉儿的身份的人，后来也渐渐与于婉儿熟识了起来。对不起啊，张大哥，我分明已经很小心了，可不知道为何还是被公主发现了。幸好那日没人追究，不然的话我就把你害了。把于婉儿送去生辰宴的正是张仲谦。看着女子楚楚可怜的模样，张仲谦只觉得心都要化。于姑娘，这不是你的错，侯府里到处都是公主的爪牙，你根本不是她的对手。张大哥，你真是个好人。今日相公可有说了什么？他什么时候能过来？张仲谦心里酸溜溜的，却还是装出了不在意的表情。沈百户近来忙于公务，忙完了估计就能过来了吧。我知道我太心急了，像我这样上不得台面的身份，能有这一处容身之地已经很幸运了。似是再也承受不住，他匆匆转身，准备逃离这个尴尬又伤心的地方。忽然他后膝盖一疼，整个人朝着后面倒去。张仲谦想也不想便伸出了手，于婉儿就落入了他的怀里。就在这时，紧闭的2扇门被人踹开，柳氏正带着一群奴仆站在门口，一眼就看到了抱在一起的2人。好啊，你果然在外面养了狐狸精。张仲谦面色大变，于婉儿也是心头一惊。张仲谦赶忙将人严严实实的护在了身后。于姑娘，你先去后院避避，这里我来解决。于婉儿也知道不能露出自己的脸，连忙跑向了后院。男人和好兄弟的外事私会，妻子怒气冲冲上门捉奸。你看看你这是什么样子，还不赶紧给我回家去！你在外面养狐狸精，还想让我什么样子？你给我起开！今天我要不把那狐狸精扒一层皮，我就不姓刘。他振臂一挥，身后的仆妇们就想要推开张仲谦，冲到后院去抓于婉儿。冷兰芝的车辇缓缓经过岔路口，沈宅外围满了看热闹的人，传来吵闹的声音。他明知故问，发生了何事？这2日，他让人去张家附近散播消息。没多久，柳氏就知道了自家相公3天2头总往一个女人那里跑。原来那个男人是个百户，家中已经有了妻室，他3天2头的往这宅子里跑，我还以为他是这家的男主人呢。沈一之恰好在这附近当值，听说有人养外室被正妻抓了个正着，只要不闹出大事，便不用管。这话刚说完，就听旁人提起养着外室的宅子叫做沈宅，而养外室的人是当朝百户。他直接提剑而起，打算亲自过来看看。不料在沈宅附近看到了公主的车辇，他心里一惊。公主怎么会在此？
今日出府散心，恰好经过此处，听到巷子里有喧哗声，就停下来看看热闹。驸马怎么在此？沈一之是千户，负责保卫圣经的治安，掌管10方小区域。巧的是，沈宅并不在他所管辖的范围内。这个男人是真的把谨慎发挥到了极致。我正好在附近执勤，在杜千户到达之前，我先替他处理一下，省得出什么事。驸马真是热心肠呢。恰好小柔看完热闹回来了，看到沈一之在此，他愣了一下。公主，驸马，是张百户家出事了。这宅子里住着的似乎是张百户的外室，孩子都5岁了，与张百户的嫡女同岁，但小几个月。听说这外室是和张百户前后脚进京的，这段时日张百户没少往这边跑。胡说，张百户绝对不会做这种事。驸马怎得如此肯定？须知之人知面不知心呐。沈一之沉默了一下，决定和盘托出。我也今天早上才知道的，那沈宅里住着的就是安儿的生母于氏。至于张百户经常往宅子里跑，则是因为于氏的相公曾经对他有救命之恩，他感念其恩情，便代为照顾孤儿寡母。原来如此。他看向小柔，既然是沈宅，那为何柳氏断定沈家娘子是外室？本宫曾见过柳氏几次，她不像是如此蛮不讲理之人。柳氏他们破门而入的时候，张百户和沈家娘子正抱作一团。沈一之大怒，不可能！驸马为何如此激动？沈一之意识到自己失态了，很快就收敛了情绪。我只是觉得张百户为人正直，于是也是个好女子，断不可能做这种事。可是好多人都看到了，要不然柳氏也不会这么生气。冷兰之啧啧一声，驸马似乎很了解沈家娘子呢。沈一之心下一突，难道公主已经发现了什么？他正欲说什么，就看见于婉儿拉着沈临安，偷偷摸摸地钻出了巷子。于婉儿也看到了不远处的奢华车辇和沈一之，她满眼泪水，站在原地没有动弹，好似是受了委屈一样，一个字也说不出。沈临安哒哒哒跑了过来，父亲，有人跑到家里闹事，欺负母亲。丹儿，你既已找到了生母，日后便不可再将称呼混淆掉，日后你得换我养父。可是沈临安大大的眼睛里满是不解，于婉儿也走了过来。安儿，驸马说的是，你日后不可再喊错。他们本该是世上最亲密的人，安儿本该唤他一声父亲，唤他一声母亲，如今却只能颇为疏远的唤他养父。听说沈家娘子刚刚与张百户抱在了一起，这孤男寡女白日搂抱，难不成也是本宫误会了？于婉儿一抬头就看到了沈一之难看的脸色，她的眼泪扑簌簌掉了下来。回公主，我和张百户真的没有什么，我只是不知为何膝盖疼了一下，张百户在我即将摔倒的时候扶住了我罢了。只是张家娘子不肯听我解释。那张百户3天2头往你这里跑，也是无会。沈一之神色又是一变。如果本宫猜的没错的话，帮你进入侯府的人也是张百户吧？本宫很好奇，究竟是什么样的交情，才能让一个男人如此尽心尽力地帮助一个女人呢？甚至不惜得罪当朝公主和平南侯。于婉儿的脸色这一下是真的白了。不是的，张百户没有3天2头的往我这里跑，而他之所以愿意帮我的忙，也是因为……沈家娘子不必解释。冷兰之摆摆手，本宫对你的情事不感兴趣，你与张百户有关系也好，没有关系也罢，若非你是安儿的生母，本宫也懒得提点你这2句。他又看向沈一之，本宫要回府了，驸马呢？想留下来帮忙吗？沈家娘子毕竟是安儿的娘，我去帮忙解释一二。驸马对沈家娘子的人品很有信心呢。罢了，既然驸马愿意管，便由着你吧。奢华的车辇咕噜噜离去，过了很久才彻底消失不见。沈一之这才惊觉，他的身上已经被冷汗浸湿了。相公，于婉儿红着眼，娇俏的容颜上满是委屈。我和张百户真的是清白的，这些时日张百户会出现在沈宅，是因为我有事求他。他半垂下了头。自打回京以来，相公一次也没有来看过我，我好想你，所以就求着张百户，让他想办法带我去侯府。我不敢贪心，只希望能远远见相公一面，我也就知足了。沈一之的怒气散了，心里软成了一滩水。他只是太过想念我罢了，又算什么错呢？锦绣院里，公主，今日明明是个好机会，为何不直接让那于婉儿身败名裂？让他身败名裂有何难？可犯错的又不是他一个，凭什么只惩戒他一个人，倒让男人顺理成章的隐身呢？他故意设计了今日这一出，单纯只是看张仲谦不顺眼罢了。原来在冷兰之走后，沈一之就去了沈宅。柳氏对着张仲谦又抓又挠，张仲谦一气之下用力推了柳氏一把，要不是柳氏的陪嫁丫鬟反应够快，柳氏就要摔倒在地了。柳家的人气的脸都绿了，准备暴揍张仲谦。沈一之就是在这个时候出现的，当场为于婉儿作保。柳氏却不干了，
现在已经不是他有没有养外室的问题，而是他对我动手的问题，我绝不原谅。然后就带着5岁的女儿揣着1个月的孕肚回了娘家，而张仲谦被张父罚跪在张家院子里跪了好几个时辰。那等拎不清的男人，光是罚他跪着真是太便宜他了。冷兰芝抬眸看着阴沉沉的天幕，跪不了多久了。半个时辰后，天空下起了瓢泼大雨。阿兰传来了消息，张家那边果然开始心疼儿子，让张百户起来了。不多时，阿青那边也传来了消息，柳氏回去以后就把自己关在了房间里生闷气，结果动了胎气，孩子可能保不住了。请个御医去柳家看看，尽可能保住柳氏的孩子。去。柳氏的孩子终于还是保住了。沈一之回府后，赵氏就派人把他叫了过来。坊间的传言是怎么回事？这于婉儿一看就不像是个能踏实过日子的。你确定安儿是你的孩子吗？也不怪赵氏会有这个想法，实在是张仲谦和于婉儿的事情闹得沸沸扬扬，如今已经传遍了街头巷尾。冷，你想多了，安儿是我的孩子，不可能有错的。婉儿怀孕之前的1个多月，根本就不认识张仲谦，是不是公主跟你说了什么？沈一之将怀疑的目光看向四周，赵氏心里烦，语气也有些不耐。我知道你不喜欢公主，我也不喜欢她，但你也别什么屎盆子都往人家头上扣。那2人的事情闹得所有人都知道的了，你还想堵上我的耳朵不成？冷，沈一之皱眉，赵氏打断他，你明天把安儿带过来，跟他做个滴血验亲。沈一之一直平静的面容终于破功了。你相信那于婉儿，我却不信。你也别跟我摆出这副样子。我告诉你，那女人根本不像你想的那么纯洁柔弱。他冷笑一声，她要是真是为了安儿着想，就不会来生陈燕捣乱，更不会跟一个外男在自家的院子里私会。这样一个水性杨花的心机女，我是绝对不会让她进侯府的大门的。沈一之离开的时候，脚步无比沉重。若是让婉儿知道了，该有多伤心，绝对不能让她知道。他想着这2日，寻个理由将安儿带来侯府，再悄悄取了安儿的血验了亲。公主，夫人想要给小公子和驸马滴血验亲。冷兰芝这会儿也惊了，为何？阿香将赵氏和沈一之的对话重复了一遍，继续盯着，打探清楚他们滴血验亲的具体时间，或许是时候摆脱这令人作呕的平南侯府了。第2天一大早，小柔进来通禀，公主，驸马来了。冷兰芝一顿，驸马，他可说有什么事？驸马并未说明，只是命奴婢进来通传。这一大清早的，驸马是有什么事吗？沈一之听出他语气中的不耐，只觉得心头有些酸，有些胀，还有些慌。不是，只是想请公主去饭厅用饭。冷兰芝一脸莫名，沈一之轻咳一声，有些不自在的。我没有回来之前，公主一直都是在饭厅用饭的。我一回来，公主反而不去了。若是传出去，外人难免乱嚼口舌，说你我夫妻不和。冷兰芝轻笑一声，这算什么乱嚼口舌？你我夫妻不本来就是不和吗？沈一之过来哄她，是做了1晚上的心理建设之后才做出的决定，现在只当冷兰芝在闹脾气。公主，别闹了，我知道这些日子冷落了你，让你受委屈了，我一定改。这事事关你的名声，传出去不好。冷兰芝沉默了一下，想到过2日要上演的滴血验亲的戏码，她压下心头的厌恶。本宫知道了。沈一之微微一笑，这么看，公主也没有想象中的讨厌，或许可以试着和她相处，和她做真夫妻。接下来的几日，沈一之每天都会过来找冷兰芝去饭厅用饭。赵氏不仅不找麻烦，还当面撮合2人要孩子。冷兰芝每次都把这话当成耳旁风，这次她借口不是提前离开饭厅。你到底怎么回事？赵氏不满道，怎么这么多天了，你们还没有圆房？沈一之也很无奈，可事关自尊，他不能说公主不召见他，他就不能主动进入公主的院子。我心里有数，娘不用担心。我怎么能不担心？赵氏一拍桌子，你今年都23了，别人在这个年纪的时候，少说也有2、3个孩子了，你才只有安儿1个，而且还不能确定安儿是不是你的种。冷，沈一之沉下了脸，安儿是我的儿子，不可能有错。母子2个不欢而散。又过1日，阿香传来了好消息，驸马要行动了，去请绣衣房的夏娘子过来。而夏娘子已经来了一会儿了，赵氏却还没有回来。莫非赵氏打算在外面直接验了亲？公主，夫人回来了，不过发生什么事了？夫人没到沈宅，在半路上遇到了回来的姑奶奶。冷兰芝一愣，这才想起来一件事，前世的这段时间，沈一之的妹妹沈兰儿回来了，被沈兰儿这么一打岔，赵氏自然没了滴血验亲的心思。不多时，新月院就有下人过来传话，说是夫人有请。这个混账东西，我嫁给他这么多年，给他生儿育女，给他操持家务，里里外外都处理得漂漂亮亮。我平南侯府乃是2等侯爵，他爹不过一个3品质州牧。这些年要不是有我平南侯府暗中帮忙，
他们一家能在锦州一待那么多年，他不思感激就算了，竟然还敢起外心平妻，亏他想得出来。沈兰儿潜意识里没把公主嫂子当成一回事，也不觉得她公公能坐稳锦州知州墓的位子是因为公主嫂子，言语间将功劳全都揽在了平南侯府的身上。冷兰芝安静地听着，内心毫无波澜。公主，你来得正好。赵氏怒气冲冲地命令道：那方家实在过分，你快让皇上治他们的罪。婆母觉得本宫该以什么立场去管？便是皇帝都不能轻易出手干涉朝臣的家事，何况是他？你那是什么态度？沈兰儿看到冷兰芝脸上的笑容，气得都忘了哭。你是在笑话我吗？你凭什么笑话我？冷兰芝收敛了笑容，神色也淡了下来，一杯茶盏砸到了沈兰儿的脚边。沈兰儿尖叫一声：你怎么敢！本宫乃堂堂当朝一品伽罗公主，便是你公公见到本宫都要跪下行礼，你算什么东西？敢指着本宫的鼻子骂？冷兰芝面无表情。于私，你忤逆长嫂，目无尊长；于公，你顶撞当朝一品公主，以下犯上，怎么敢？这个问题该是本宫问你才是。成亲6年，这是冷兰芝第一次搬出公主的身份，平南侯府众人被她的气势吓到。沈兰儿反应过后来后尖叫一声：呀，哥，你们看他！赵世安一脸责怪，都看着冷兰芝。公主，我们喊你过来是希望你能帮忙解决事情的，不是让你来添乱的。说完，轻轻拍着沈兰儿的后背，安抚着她的情绪。兰儿，你消消气，消消气，别气坏了身子。沈兰儿不依不饶：我不管，他必须要给我一个说法。你想让我给你一个说法是吧？没错。沈兰儿一扬眉，非常傲慢。本宫进宫求父皇做主，直接成全了方大公子的婚事，怎么样？什么？沈兰儿2只眼睛因为不可置信而瞪得大大的，其中涌动起了无尽的怒火。冷兰芝笑得更开心了。求人就要有求人的态度，明知道本宫有帮你的能力，却做出一副天王老子的气派。她笑容微敛。你以为你是什么东西？她起身转身离去。沈一之头疼地捏了捏眉心。冷，看好小妹。公主今日虽然有些过分，但也怪小妹没有分寸，她得跟过去看看才行。冷兰芝回到锦绣院的时候，听闻沈一之在外面等着。驸马喜欢等，便叫他等吧。于是沈一之便从清晨等到了晚上。冷兰芝也没有传唤沈一之。成亲6年，沈一之今日头一次如此深刻地意识到，自己迎娶的人是高高在上的公主，是掌控着权柄的公主。第2日下了朝，沈一之又来了，一直等到了第5日的时候，冷兰芝终于松了口，让他进了锦绣院。这是大婚之后沈一之第2次进入锦绣院。男人在门口等了5天5夜，只求见妻子一面。驸马等了这几日，是有什么事吗？公主，小妹她日前心情不好，冲撞了您，望您海涵。既然是他冲撞了本宫，为何不是他亲自来道歉，反而是驸马来？沈一之一愣，没想到他会是这样的反应。我都已经如此放低姿态了，他怎么还是不依不饶的？还不是担心会被他为难吗？什么叫本宫为难他？本宫嫁进平南侯府6年，何时主动为难过侯府之中的任何一个人？听到冷兰芝的训斥，沈一之这才意识到，他竟然将心里话说了出来。他面色一变，飞快低头。是本驸马失言了。这样的冷兰芝让他感觉非常陌生，心中又是别扭又是烦闷酸涩。公主放心，本驸马必定会让兰儿亲自过来道歉。不知道沈一之回去说了什么。当天下午，沈兰儿就来了。公主嫂嫂，过去都是我吃了猪油蒙了心，才说了那么多混账话，做了那么多让你不高兴的事。你放心，我日后一定改。你看我们都是一家人，你就帮帮我吧。哥哥说，只要公主愿意帮我，相公就算是有10个胆子，也不敢娶平妻。哥哥从来都不会骗他，所以他压下了自尊与骄傲，主动来求和了。冷兰芝心头微动，这个沈兰儿骄纵刁蛮，不太聪明，也常常惹他生气。前世在他被沈一之囚禁起来后，沈兰儿无意间发现了公主发疯的秘密，因此和沈一之吵过一架。从那天起，冷兰芝便再也没有见过他。当然，沈一之依旧囚禁着他，但这也算是微莫善意吧。只此一次，下不为例。得了应允，沈兰儿面色一喜。谢谢你啊，公主嫂嫂。走吧，去太子府。当天，锦州知州穆夫人来到太子府，并且与太子妃相谈甚欢的消息就传到了锦州知州穆府中。此时，方大公子正与自家娘亲商议平妻进府的一系列流程。打消这个念头吧，这个亲结不了。为何？莫不是杜将军那边发了话？杜大将军是一品武将，品阶比方知州要高，而且还是京官。而方大公子要娶的是杜大将军的庶女，与杜将军无关，是你的好媳妇儿。方知州的脸色很不好看，方大公子面色一沉，他又干了什么混账事？这些年，沈兰儿不断阻挠他内妾，他早就后悔死了娶这个女人进门。当年娶她是看中了老侯爷的身份和平南侯府的地位，
我一定要娶。混账！你想害死我们方家吗？先不说你媳妇儿如今搭上了太子妃这条线，就光说伽罗公主，若是她去和圣上说点对咱们不利的话，我这个知州牧就做不下去了。这时，管家忽然急匆匆地跑了进来。不好了，老爷，杜家来人了！瞎说什么？杜家来人是好事，哪来的不好了？杜家送来了一个箱子，说是里面都是您送给杜家小姐的礼物。杜家的管事还说，他们家小姐年幼不懂事，胡乱了收了陌生人的东西，失了礼数。除了送还您给杜家小姐的礼物之外，还送来了赔礼。一个女子在什么情况下会把收到的礼物都还回去呢？自然是决心和这个男子断绝关系的时候。事情解决了，可沈兰儿还不想回去，天天赖在冷兰芝这里。嫂嫂，听说我哥收的那个养子找到生母了，那如今他和咱们沈家算什么关系啊？他毕竟是沈家的人，冷兰芝并不想与他交心。既是你大哥收的养子，你该去问他才对。他就是因为从娘和大哥那里得不到答案，所以才会来问嫂子的呀。现在他只能自己去找答案了。第二天，沈兰儿便神神秘秘地出了门，无意间就看到了自家大哥，钻进了前方的一条巷子里。沈兰儿快步跟了上去。爹爹，你终于来看我了！呜呜呜！对不住，这段时日公主看得紧，而这些日子过得可好？不好，我想奶奶，想爹爹。这里的吃食不如平南侯府丰盛，住的地方也不如侯府中舒服，两边的街坊可吵了。兰兰，苦了你了。沈兰儿曾经远远地看到过那小孩，觉得就是挺普通的一孩子，搞不懂大哥和娘为何把他当成宝贝。想了想，沈兰儿决定进去看看。刚伸出手准备推门，就听一道女子的声音响起：“相公。”沈兰儿不可置信地瞪大了眼睛。公主嫂嫂。好半晌也不见他往下说，冷兰芝越发奇怪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难不成方家又出幺蛾子了？没有，今日方家来信了，说我相公亲自来接我了，大约明日便能到。好事啊！冷兰芝点头。所以到底有什么事？沈兰儿现在非常纠结，她今日听到的秘密太劲爆了。大哥他竟然养了外室，那个所谓的养子，其实并不是养子，而是他和外室的私生子。知道了这个秘密的之后，他被吓得出了一身冷汗，这可是欺君之罪啊！搞不好整个平南侯府都要完蛋。可公主帮了他那么大的忙，而且经过这几日的相处，他也很喜欢公主，实在不忍心公主被蒙在鼓里，被如此欺辱。奈何他身旁的人不长眼，居然发出了动静，让大哥发现了，当即把他带回府，并软禁了起来。公主嫂嫂，我大哥。小美，只见沈一之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在了锦绣院。兰兰，你大半夜不睡就算了，怎能跑来叨扰公主？看到自家大哥，沈兰儿刚刚升起的那点勇气，顿时就消散一空。回去休息吧，莫要惊扰了公主的圣体。沈兰儿不敢抬头，欲言又止的看了冷兰芝一眼。公主嫂嫂，我告退了。不敢等待冷兰芝的反应，她飞快跑出院子。公主，兰儿不懂事，我替她赔礼了。冷兰芝凝眉看她，摸不准这兄妹二人在干什么。他已经道过歉了，驸马也回去吧。那人站着没动，视线粘在了冷兰芝身上，半晌不曾移开。驸马还有事。沈一之叹了口气。公主，你我是夫妻。冷兰芝震惊后便反应了过来。驸马回去吧，本宫累了。若是6年前他肯主动，他定然欢天喜地。现在，呵呵。沈一之没有多说什么，转身离开了锦绣院。冷兰芝喊来了阿香，去查沈兰儿今日的行程。派人去兰儿那里盯着，方家来人之前，不许他四处走动。顿了一下，补充道：“明日的3餐都让给他送去，他不用去饭厅。”是，就连兰儿都无意间撞见了他的秘密。那公主呢？他得想个办法，确保即便是秘密曝光了，公主也不会杀他，不会对平南侯府动手。最好的办法便是让公主怀个孩子。沈一之又去了新月院。我听说兰儿去了锦绣院。是。我赶到的时候，兰儿似乎正准备说出外事的事情。这个死丫头怎么胳膊肘往外开怪？这事儿是能说的吗？沈一之凝眉不语。怎么办？怎么办？要是公主知晓了这事儿，我们就完了。娘放心，公主暂时还不知道，否则今日就不会是如此平淡的反应。你也说了是暂时，兰儿她向来藏不住秘密，万一公主今日起了疑，派人过去问她怎么办？兰儿心软，肯定是3言2语就把秘密吐露出来了。得想个办法。忽然赵氏想到了什么。你去与公主圆房吧。不得不说，这是亲母子，想出来的办法都是一样的，一样的阴损。只要让公主怀上孩子，就算秘密暴露了，她也会看在孩子的份儿上放过我们侯府。到时她还得为了孩子考虑，扶持侯府，咱们才能更上一层楼啊。沈一之只是静默了片刻，便点头答应了下来。娘放心吧，此事我心中有数。见他这么快就妥协了，赵氏心里却有点不痛快了。你也别太惯着他了，你毕竟是他的夫婿，若是他敢拿乔，
你就强硬一些。男人为了外侍女，对妻子使出下作手段。驸马可说了有什么事？回公主，奴婢不知。冷兰芝仔细回忆片刻，很快就想起来，1个多月后便是父皇的寿辰。前世沈一之也曾找自己商量过礼物的事情。他起身，本宫知道了，稍后便到。公主，冷兰芝被他迎进了屋中。驸马有何事？二人坐着挨得不算远，冷兰芝可以闻到他身上的淡淡冷香。1月后便是圣上的寿辰，公主可想到了要送什么礼物？果然如此，父皇的寿辰，她还是挺在意的。本宫打算亲自绣以符万圣武将图。沈一之有些惊讶，却也不算十分意外。我在边关的时候得到了一块暖玉，冬日戴在身上有暖身之效，届时便将2样东西放在一起送给陛下。正事已经商量完毕，冷兰芝准备起身离开，沈一之也跟着站了起来。忽然他抓住了他的手。公主，冷兰芝触电般一甩，将男人的手狠狠甩了开去。沈一之脸上的温润笑容有一瞬间的皲裂，却很快修复好。公主，6年前的事情，我道歉。冷兰芝觉得身体有些奇怪，忽然有些燥热，意识也有些涣散。6年前我爷爷刚刚过世，他的离开给我带来了很大的打击。那时的我无心想其他的，只想好好守孝，好好带领平南侯府发扬光大。后来我明白了，成家与立业并不冲突，我不该因为自己的原因冷落你。兰芝，我们重新开始，可好？迷蒙间，冷兰芝前世的回忆突然汹涌而来，她看到了疯疯癫癫的自己，看到害死她的人。她重重咬下舌尖，意识清醒了一些，一睁眼看到了沈一之竟然在她昏沉的时候抱住了她。他想要将小柔和阿香喊进来，发出的声音却如同猫吟。来人！公主。沈一之垂眸看着怀中的女子，她好美，他一直知道她美，却从不敢认真去看。只有在他意识涣散的时候，他才敢放肆的打量。冷兰芝在一瞬间的慌张后就恢复了冷静，在那人低下头的时候，他蓄积出全部的力气摘下发簪，朝着窗外扔去。其实他多想直接刺进他的脖子里，但他清楚自己的斤两是反抗不过沈一之的。公主，驸马，发生了什么事？沈一之急忙捂住了冷兰芝的嘴。不是，只是本驸马不小心碰掉了东西。阿香觉得有些奇怪，为何不是公主回答？驸马，公主呢？沈一之强忍着不耐。公主要与本驸马休息了，你们先回去吧。明日本驸马将公主送回锦绣院。什么？不可能！公主明知道驸马不忠，还一直在抓驸马的把柄，怎么可能和驸马这样？她越想越是觉得不对劲，就要冲进去救人。一只小手忽然抓住了她的手腕。小柔姑娘，你做什么？阿香姑娘，我才是要问你想做什么呢？阿香一脸懵。我当然是要去救公主啊！阿香姑娘，你糊涂啊！小柔一脸不赞同。公主最大的愿望便是和驸马做恩爱夫妻，可是驸马之前一直拒人于千里之外，如今好不容易驸马软化了态度，想要和公主和好，你如今擅闯进去，不是害公主吗？阿香觉得有哪里不对。可是公主最近，我知道你一定是觉得公主最近的态度很奇怪，对吧？阿香纳纳的没有反驳，但是也没有赞同。这只是小女儿家的别扭心思罢了。驸马冷了公主那么多年，公主心中便是再怎么爱慕驸马也是会有气的，所以她昨日拒绝驸马，不过是为了出口恶气。公主已经进去这么久了，若是她真的想出来，定然早就出来了。阿香有点被说服了，可还是觉得有哪里不对。可是为何刚才我出声询问，公主却不回答我？阿香姑娘，你对女儿家的心思也是一点都不了解呢。阿香轻咳一声，她确实是不懂女儿家的这些弯弯绕绕，毕竟她从小是在男孩子堆里长大的。小柔毕竟是公主的贴身侍女，从小陪着公主一起长大，自然没有背叛公主的道理。想到这里，阿香就将全部的疑惑与不安压下，准备默默退到一旁。刚一动作，她的眼角余光就瞥见了一抹人影，那人眼神冰冷似魔鬼，莫名的她便看懂了那人的想法。就在冷兰芝的心绝望崩溃到了极点的时候，只听砰的一声，房门突然被人踹开，阿香的身影如同女神一般降临。冷兰芝使出最后一丝力气，喊出了2个字：救我！阿香心下一惊，刹那间身形如电，冲到了沈一之的面前，伸出双手将人抢了过来。她只是吸了一口房间里的香气，就面色大变。身为警刑卫，她对这些下三滥的东西格外熟悉，对沈一之鄙视极了。她终究还是按捺不住心头的怒火，一脚踹了过去。堂堂驸马爷这会儿像条狗一样躺在地上，阿香却看也不看那个人渣，抱着冷兰芝飞快冲回了锦绣院。服下解药之后，冷兰芝的意识很快便恢复了清醒。阿香跪在地上，一脸自责：公主，都怪属下看护不力，请您责罚。与你无关。事实上，我还要感谢你。如果不是你今日反应及时，我恐怕就要后悔终生了。香动了动嘴唇，想说她之所以没能及时赶进去，都是因为小柔。冷兰芝却先开口：小柔呢？很快，小柔来到冷兰芝面前，她扑通一声跪下：公主，小柔知错。哪里错了？
小柔不该妄图揣测公主的心思，险些铸成大错。他说到这里，急忙抬头。只是小柔也没有想到驸马如此丧心病狂，若是早知道他是这样的人，小柔绝对不会放任驸马对公主下手。他的头垂得低低的，语气里满是自责。小柔明白，不论小柔说什么，都无法挽回今日的过错。公主要怎么惩罚小柔都可以，只求您保重凤体，莫要气坏了身子。冷兰芝叹了口气，小柔啊，后面的话他终究是没有说出来。有些怀疑的种子一旦种下，就再也无法轻易拔除。比如前世在他发疯之前，小柔突然以父母重病为由向他求了个恩典，回乡去了的事情。退下吧。小柔忐忑地等了许久，本以为会等到惩罚，不料公主却是这样轻飘飘的就放过了自己。小柔走后，阿香才问道：公主，驸马那边？冷兰芝冷笑一声，他喜欢用药，就让他多用一些。赵氏一听说事情败露了，当即是又惊又怒。他匆匆赶到了腾云院，发现自家儿子正在泡冷水澡，当下心疼极了。今晚的主意正是赵氏给出的。这个公主也真是的，你愿意宠她是她的福气，居然还敢拿巧！哼，错过了这个村儿，她就后悔去吧。他想了想，公主和他儿子是名正言顺的夫妻，在一起本就是天经地义的。去把公主叫过来。沈一之原本头昏脑胀的厉害，这会儿就更是烦躁不已。谁都不许去。一之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在替那个贱人着想？沈一之心口哽着一口气。我说谁都不许去，便是不许去。若是有谁敢阳奉阴违，明日我定要亲手结果了他。他今日已经将公主得罪狠了，若是母亲再过去火上浇油，难保公主不会翻脸。好，我不去找他。最终赵氏给他找来一个丫鬟。驸马，你一定要对人家负责呀！人家现在走路都快要走不稳了呢。公主已经安排好了，让人盯好了张百户。驸马为什么让我们2个男的来买红花？要是药店的伙计问起来，多难为情啊！那有什么办法？谁让驸马平日里洁身自好，身边除了小厮和护卫之外，根本就没有丫鬟。什么洁身自好啊？要是真的洁身自好的话，又怎么会？张仲谦见这两人好像是侯府的小厮，听到他们的对话，张仲谦惊呆了。驸马，不可能！他第一反应就是否认了这样的猜测，但还是不死心。待小厮从药店出来后，决定跟在2人的身后。不多时，他就跟着这2个人来到了平南侯府的一处偏门，然后眼睁睁看着这2个人走了进去。真的是平南侯府的人？张仲谦人都麻了。这一刻，他无比愤怒，简直想冲进去暴揍沈一之。他转身就去了沈宅。张大哥，究竟有什么事？张仲谦满脸心疼地看着眼前的女子，只觉得这姑娘惹人怜爱极了。于姑娘，你是个好姑娘，可是驸马他配不上你，他骗了你。什么意思？张仲谦就把自己今日在街上看到2个侯府的小厮买红花的事说了一遍。驸马他肯定是在府中拥女人了，那红花就是给府里的女人吃的。不可能！于婉儿下意识的否定，无法接受这个事实。一直他不是这样的人。张仲谦就知道会是这样的结果。于姑娘，那个女人是身处侯府之中，随时都有可能会被公主撞破。一旦公主知道驸马背叛了她，而且还和别的女人有了孩子，公主怎么可能会放过她？正是因为如此，所以她才想要用红花解决了那个孩子。于婉儿还想说什么，但是理智却告诉她，张仲谦这样的猜测是很有依据的。她的心乱了。张大哥，我要见他，我一定要见他，我要问清楚。好，我明天早上带你去见他。第2天，冷兰芝在锦绣院的2楼看着那院子里的动静，也不知道阿香给沈一之放了多少药。在天色即将蒙蒙亮的时候，那边的动作才停歇。公主，张仲谦已经带着于婉儿过来了，好戏终于要开锣了，去给他们打开方便之门。有了冷兰芝的暗中帮助，张仲谦带着于婉儿悄悄走进沈一之的院子，正好看见这2人的身影。驸马，你一定要对人家负责呀！人家现在走路都快要走不稳了呢。于婉儿就像是被雷劈了一样，眼睛里蓄满了泪水。一之，沈一之正满心烦躁着。昨天晚上他不知道怎么回事，迷迷糊糊中就抓住了一个粗使丫鬟，甚至都没去看对方的样貌。现在他也看清丫鬟的样貌，真的是倒胃口极了，当场就表演了一个呕吐。然而还不等他理出思绪来，就看到了一个绝对不可能出现在这里的人。娇儿，沈一之如遭雷劈，愣在了原地。张仲谦自然也看到了前方是个什么情形。沈一之，你对的于姑娘吗？婉儿，你听我解释，你听我解释。于婉儿一副我不听的模样。你有什么好解释的？这都是板上钉钉的事实，你还能怎么解释？娇儿，你知道的，我的心中只有你。今日的事情真的只是意外，失去意识才做出了这种事情。难道是公主？沈一之沉默着没有说话。公主她怎么能这样？明知道你不爱她，如今竟然还要强迫你，简直太过分了。沈一之依旧沉默着没有说话。
难道我们要一辈子这样下去？安儿是你唯一的儿子，是平南侯府的骨血，难道就这样让他一直养在外面吗？你放心，不会太久的，我会想办法让你们光明正大的出现在人前，让安儿成为名正言顺的平南侯府嫡子，绝对不会委屈了你们。忽然响亮的掌声从门外响起，沈一之心下一惊，下意识把怀里的人推了出去。驸马，你可真对得起我。公主，你听我解释。解释什么？这一日，驸马沈一之养外室，还有了私生子，传遍了圣经。事发之后，冷兰芝就带着人回了皇宫。帝后大怒，皇帝直接命人将沈一之押进了宫中，准备从重发落。终于可以脱离平南侯府那个肮脏又恶心的地方了。情况如何？流沙也是冷兰芝的贴身宫女。发生了昨晚的事情之后，冷兰芝对小柔起了疑心，自然不可能再让小柔贴身伺候。陛下很生气，已经将驸马打入大牢了。前头刚传下圣旨，让平南侯闭门思过，没有传召不得出府，还罚了侯府1年的俸禄。这样的处理结果并不算严重。皇帝念着老侯爷是打天下的功臣，又是死于一身伤痛，难免会心软。冷兰之一早就想到了这些，所以并不觉得失望。1日后，民间突然流言反转，驸马当年迎娶公主根本就不是真心求娶，而是被皇帝下了旨逼着娶的。而驸马与外室原本是情投意合的一对，都已私定终身，后来硬生生被分开，多么可怜、可悲、可叹的爱情故事！这些流言蜚语险些要把冷兰芝的脊梁骨给戳断，冷兰芝却没有想象中的愤怒，她早就该想到的。沈一之布置了这么久，为的就是能够保全他的名声。果然，这个人心思深沉的可怕。而沈临安被关在了沈宅里，于婉儿则是被关在了平南侯府废弃的小院子。来人，快来人！我要见侯爷，我要见夫人。两个婆子根本就不搭理他，甚至还露出了厌恶的表情。事关平南侯府能不能平安度过这一次的危机，我劝你们识相一点，赶紧让我见侯爷和夫人，否则一旦平南侯府有危险，你们这些人也通通都跑不掉。两个婆子面色一变，略一迟疑后，你最好是真的有办法。若让婆子我知道你只是戏耍于我们，我绝对让你吃不完兜着走。你到底有什么办法？相公早就在回京之前便想好东窗事发之后的对策，我想现在外面应该已经流言满天飞了，所有人都知道相公当年是被迫娶公主。赵氏皱了皱眉，表情奇特。于婉儿心下一突，难道外面没有出现风声吗？一开始确实出现了流言，所有人都很同情一之，同情我平南侯府，但不知怎么的，仅仅过了1天的时间，那些流言就都消失了。于婉儿面色一变，怎么会如此？很快他就想明白了，一定是公主，她是皇家之人，若想让流言蜚语消失，简直不要太容易。在来的路上他就问过那个婆子，知道沈一之现在正在牢里，随时都有可能会被砍头，所以眼下的当务之急是要保住沈一之的性命。我们去求公主。赵氏看他的眼神如同在看一个白痴。就是公主让皇帝把一之关起来的，求他有什么用？我的意思是，我们要让所有人都看到我在求公主。他就不信冷兰芝真的能只手遮天，他能压下一次舆论，还能压下第2次、第3次，除非他把所有的人都杀光。好，你去跪，让所有人都看看我们平南侯府被公主逼成什么样子了。你边跪一边说公主在平南侯府不敬公婆，虐待孩子，到时候舆论肯定会更加凶猛。再关押驸马几日就把他放出来。不杀了驸马吗？难道公主对驸马还有感情？杀，但还不是时候。他前世临死前吃了那么多苦，让沈一之就这样痛痛快快的死去，太便宜他了。冷兰芝喊来流沙，去把公主府打扫出来，待到驸马出来，咱们便回公主府住。沈一之啊，沈一之，既然想利用我上位，那就好好学如何伺候本公主吧。欢儿，若是那沈一之再敢欺辱于你，绝不要姑息他。不过是个2品侯爵之子，便是杀了他又如何？若有人敢指责你，母后定不饶他。母后放心，我不会委屈自己的。沈一之在慎刑司里待了几日，再也没有半点风光激越的模样。再看到面前熟悉又陌生的姑娘，他愣了一下。流沙姑娘。流沙冷漠且面无表情。驸马，公主说让你回平南侯府收拾一下，今日就搬去公主府住。每一个公主成年之后都会被赐下府邸，没有哪位公主会选择住到婆家去的。之前冷兰芝就是太过恋爱脑。沈一之看了看四周，发现没有熟悉的身影。公主呢？流沙强忍着翻白眼的冲动。驸马该不会以为在您做出了这样的事情之后，公主还会像从前一样等着您迁就您吧？按理说丫鬟不应该说这样的话，但她实在忍不住阴阳怪气。从前公主愿意敬着您，让着您，那是因为她满心满眼都是您。这今后驸马好自为之吧。她冷冷一笑，对着2个侍卫道：“你们跟着驸马去收拾东西，速度最好快一些，公主还在等着呢。”到了侯府后，几人正要进府，就见赵氏带人从里面迎了出来。赵氏扯着嗓子哀嚎一声：“我可怜的儿啊，你的命怎么这么苦啊？
这一嗓子没能引来什么围观的人，只听得沈一之眉头直跳。冷，够了。于婉儿跟在赵氏的身后，也觉得有些丢人。流沙迫不及待地想要看看这些人接下来会如何表演。从今日起，驸马随公主搬到公主府去住。平南侯府众人的脸色唰的就变了。我平南侯府只有沈一之这一个儿子，哪有让他搬出去住的道理？公主就了不起呀，她是当人媳妇的，哪有当儿媳妇的撺掇着自家相公出去住的？赵氏觉得自己胡搅蛮缠一通，外面的人一看平南侯府处于弱势方，就会帮自己说话。结果这附近根本没有观众。夫人有所不知，各朝各代都是这样的，但凡是公主的夫家在京中的，驸马都要随公主去公主府住，因为公主并非是下嫁，而是驸马入赘，哪有入赘的男子还住在夫家的？自然是要去女方家住了。以前冷兰芝愿意给他们脸面，自然无人敢直接说出这残忍的真相。沈一之这几日在慎行司吃不好睡不好，还被动了刑，这会急需治疗，被他娘一吵，他的脑袋更疼了。冷，别说了。赵氏不可置信地看着自家儿子。一之，你不会真的要搬去公主府吧？惯例如此，我只能遵循。几人走后，赵氏烦躁地在原地走来走去。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我就这一个儿子，难道真的要让他住到公主府里面去？走着走着，他突然意识到了什么。你这当爹的怎么不说话？平南侯翻了个白眼。你让我说什么？你没听到儿子说吗？惯例如此，既然是规矩，咱们说破大天又有什么用？他觉得这婆娘蠢极了。人家好端端的公主，你若是宠着哄着，平南侯府说不定早就成为平南公府了。他才不想掺和进这些破事里来。儿子嘛，再生一个就好了。公主府里，流沙姑娘带着驸马过来了，让驸马住到飞云院去吧。沈一之这一次是单独住进来的，就连他的贴身小厮阿北都不能带进来。流沙将这一路上发生的事情事无巨细地说了一遍。那老钱婆还以为她的手段有多高明，殊不知公主您早已看穿了一切。冷兰之笑而不语。公主，驸马在慎行司的时候受了些伤，一直都没有找御医看过，需要传御医吗？传吧，你顺便去找一下父皇，替驸马请个假，就说驸马身受重伤，行动不便，这段时间都无法上朝了。流沙走后，小柔走了进来，刚才的话她都听见了，忍不住劝说。公主，这样会不会不太好？之所以把小柔带过来，是作为流沙的替身用的。哪里不好？若是公主限制驸马去上朝，民间怎么说倒是不要紧，那些言官肯定会乱嚼口舌。冷兰芝深深地看了他一眼。本宫不明白，本宫对你情同姐妹，而且6年来就连本宫都没有见过驸马几次，你是何时与驸马扯上关系的？小柔面色大变，扑通一声跪了下去。奴婢冤枉，奴婢与驸马清清白白，什么关系都没有。奴婢之所以冒死进言，真的是为了公主着想。冷兰芝嗤笑一声。你看到流沙的样子了吗？那才是真正为我着想的模样。公主，你我从小一起长大，对奴婢来说，您是奴婢最亲近的人，奴婢真的冤枉。这段时间，本宫一直都在等你坦白，给了你一次又一次的机会，可是你太令本宫失望了。小柔瞳孔巨震。公主，奴婢真的不知道您在说什么。也罢，就让你死个明白吧。那晚之后，他就让阿香去调查了小柔和沈一之关联。冷兰芝也才知道，原来自己最信任的人，早在6年前就已经被渗透。6年前，你弟弟得罪的是当地的知州牧，那位李大人嫉恶如仇，恰逢沈一之去当地办事，得知此事之后，帮你弟弟摆平了此事。公主，确有此事不假，可奴婢有警行卫在跟踪沈一之的事情，是你告诉他的吧？冷兰芝不想听他辩解。我之前一直在奇怪，沈一之回京以后为何一直不去见那外室，后来才想明白，原来他早就知道有人在跟踪他，所以才能按捺住性子。小柔面色一变，突然想到了什么，所以我便当着你的面撤了对沈一之的监视。事到如今，所有的隐藏都显得苍白可笑，他不再做无谓的挣扎。没错，就是那一次，驸马帮了我弟弟，事后也就没有邀功。我欠驸马一个人情，便想着找机会将人情还给他。你想还人情，便出卖我。小柔低着头，没有做过多的辩解。少女怀春，得温柔英俊的公子默默守候，会沦陷也是必然。小柔慌忙抬头。公主，奴婢没有，奴婢不敢。你有没有想过，当年的事情为什么会那么巧？你们家相安无事了那么多年，为何驸马刚到你弟弟就出了事？事到如今，小柔对沈一之是什么心思已经不重要了，一次不忠，终身不容。冷兰芝走了很久，小柔还是没能回过神来。原来我不过是他的一颗棋子罢了。一连3日，冷兰芝都以沈一之受了伤为由，不让他去上朝。男人想吃软饭，好来讨好妻子，
公主，这件事的确是我做错了，只是我与婉儿相识是在你之前，而且赐婚的圣旨下来之前，我和她已经私定了终身，我不能负她，也不能抗旨，便只能出此下策。6年前，他就是利用这种明面上责怪自己，实际上暗中指责、打压对方的方式，让冷兰芝对他死心塌地的。冷兰芝假装思索了一下，然后点点头。驸马说的对，都是本宫的错，本宫不该强求，所幸如今还未铸成大错，一切都不算晚。沈一之被他那过于灿烂的笑容晃花了眼，心脏跟着扑通扑通的狂跳着。本宫这就休了你，放你去和你的心上人双宿双飞，让你们一家3口团聚。绮丽的氛围瞬间破碎，沈一之的心猛地抽痛了一下，他突然抓住了冷兰芝的手。冷兰芝，你想嫁就嫁，想离便离，你当我沈一之是什么？当感情是什么？感情、婚姻于你而言就是这么儿戏的东西吗？瞧瞧，又把过错推给了他，一记响亮的耳光甩在了沈一之的脸上。你今日若是去求和离书，本宫还能高看你一眼，可惜了，孬种就是孬种，又怎能指望一个连软饭都不敢光明正大的吃的废物独立行走呢？长久以来维系的完美形象就这样被大咧咧地揭露了出来，沈一之再也无法保持淡定。冷兰芝，我对你仁至义尽了，除了饲养外室和有了安儿这个孩子以外，从未对不起你，你为何要折辱我？我吃什么软饭了？我辛苦操劳了6年，如今也不过是个6品的千户，谁吃软饭能吃得这么惨？是因为你不想吃吗？不是因为本宫不给你吃。他嫌恶地看着眼前的男人。沈一之，做驸马就要有驸马的觉悟，伺候本宫，讨好本宫才是你的宿命。若是再让本宫听到你那些恶心的言论，本宫便让人割了你的舌头。沈一之气呼呼地离开了院子。城防营安排的如何了？公主都安排好了，那张仲谦已经被抬为了千户，如今和驸马是平级，正好顶了驸马的缺。这2人兄友弟恭，既然驸马如此大度，觉得让兄弟帮忙照顾他的女人不算什么，那让好兄弟帮忙顶了他的差事，应该也没什么吧？流沙点点头。这俩人好到了能穿同一条裤子的地步，想必驸马是不会在意的。不对，说不定驸马不仅不会在意，还会感谢张千户呢。几日后，御医确定沈一之的伤势已经无碍了，冷兰芝便松了口，准许他回城防营报道。什么叫因为我长时间不来，我的区域就临时划分给新上任的张千户了？沈一之险些维持不住温润的假面。既然是临时划分，那如今我回来了，我的区域应该还给我了吧？副总兵道。话虽是这么说的，但人家小张上来以后立了2次大功，营里正商量着将他直接提正能。至于驸马，你既然身体不好，就好好休息吧。北城郊那片地方人少，事儿也少，归你了。所谓的北城郊，乃是圣经中平民集中的地方，也叫贫民窟。那边的确是人少，但事儿可真不少。穷山恶水多刁民，这话套用在这地方很适用。那个什么张千户，太可恶了，竟然抢我的位子！突然，几个人穿着统一制服的男人从外面走了进来，看到那人。沈一之一愣，仲谦，张仲谦穿的竟然是千户的统一服饰。张仲谦的面上划过了一抹心虚，但还是笑着走了过来。一之，你回来了，伤好了吗？沈一之微微点头。你升为千户了。张仲谦越发心虚。对，你请假的时候，我抓到了2个江洋大盗，又抓到了1个越狱的逃犯，总兵大人便破格将我升了上来。沈一之只觉得脑子嗡嗡的，抢走了他的位子的人原来是他。恭喜张千户。从牙缝里挤出了这5个字。他转身便离开了城防营，他担心自己再不走会控制不住自己的拳头。去北城郊的路上，他想了很多，比如这些年张仲谦一直都和于婉儿走得很近，比如张仲谦2次带着于婉儿进入平南侯府，2次都坏了他的事。下宫后，沈一之去了平南侯府，一去书房，发现自家儿子根本没在读书，而是在摆弄小玩意儿，他不悦地皱起了眉头。来了。沈临安慌忙将手里的穆蜻蜓藏到身后。父亲。沈一之看他这副心虚的模样，愈发生气。你就是这样读书的，你如此玩物丧志，长大了能有什么出息？沈临安很怕自己的父亲，生怕自己会挨训，低着头飞快转动着眼珠子。父亲刚才一直在读书，只是读累了才想休息一下，正好张叔叔来看我，送了这只木蜻蜓，我才拿起来研究了一下，真的不是在偷懒。木蜻蜓被重重摔在了地上，沈一之还嫌不够，直接将木蜻蜓踩成了一堆木屑。沈临安惊呆了，反应过来后，哇的大哭出声。你们都欺负我！什么叫我们都欺负你？谁欺负你了？乖孙，你怎么了？赵氏一进书房就看到了眼泪鼻涕一把的沈临安，心疼的不行。一之，你难得回府一趟，不好好教导爱护安儿便算了，怎么能欺负他？我没有欺负他。胡说！赵氏不信。哼，你若没有欺负他，他又怎么会哭？丽说，魏父可欺负你了？沈临安眼巴巴地看着他，
眼神里满是委屈，但就是不说话。好你个沈一之，在公主府住了2天就不知道哪里才是你真正的家，谁才是你真正的亲人了是吧？你顶撞你娘就算了，还当着你娘的面威胁一个5岁大的孩子。冤就一个字。突然某些不怎么重要的，已经有些模糊的记忆涌了上来。原来当时的公主是这样的感受：生气、愤懑、憋屈，还有一丝可笑。够了，你知道为父想听什么？沈临安不敢再耍小聪明。我和贺家兄妹发生了冲突，被夫子看到了，夫子训斥我，还让我给那兄妹2人道歉。你怎么会和他们发生冲突？沈临安心虚地低着头，没敢说自己出手推人的事情。赵氏舍不得看乖孙受委屈，不过是小孩子闹着玩，又不是什么大事，也值得你凶娃儿。这时阿北突然跑了过来，大声道：“夫人，驸马，不好了！何事如此慌慌张张的？祥云书院来人了，将小公子的书修退了回来。这不就意味着祥云书院要让沈临安退学？一定是公主，她向来维护贺家那贱丫头，祥云书院才会将安儿开除。这个恶毒的女人，我跟她没完！公主，驸马回来了。是不是平南侯夫人也来了？流沙点头。平南侯夫人看起来很生气。冷兰芝看着赵氏气势汹汹的模样，微微眯眼，让人去贺府，请贺老夫人过来。贺夫人便是秦氏，贺芊芊和贺衍月的祖母。公主，你怎么能帮着外人欺负安儿？公主，你怎么能帮着外人欺负安儿？沈临安躲在赵氏的身后，偷偷的去看冷兰芝。母亲，你的母亲在平南侯府里，不在公主府，下次不要叫错了。赵氏和沈一之同时皱起了眉头。你本来就是她的母亲，嫡母也是母，像我们这样的大户人家，向来都是只有嫡母一个母亲。外室与小妾能相提并论，小妾便是再怎么上不得台面，也是正儿八经的主子。外室又是什么东西？这样一个上不得台面的玩意儿所生的孩子，也配管本宫叫嫡母？公主，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，又何必刻意针对呢？一旁的流沙听得快要气死了。自从沈临安离开平南侯府那一日，本宫便再也没有见到过他，何来刻意针对之说？赵氏翻了个白眼。你是堂堂一国公主，想要对付一个小孩，只需要动动口就能让祥云书院把安儿给开除？冷兰芝别有深意的看了沈临安一眼。沈临安是这么跟你们说的，说本宫无缘无故让祥云书院把他开除了。果然是你。沈一之也露出了失望的表情。这女人怎么能这么坏？这时贺府来人了。公主，听说我家五丫头受伤了，五丫头现在如何？冷兰芝正要回话，秦氏就看到了赵氏一行人。平南侯夫人，我贺家与你无冤无仇，为何你们要一而再再而三地针对我家五丫头？贺姐姐，你可别血口喷人。谁是你姐姐？你个敢做不敢当的老钱婆！上次你家那小私生子将1碗汤汁泼到了我家五丫头的身上，老身看在公主的面子上没有与你们计较，不料你们竟然变本加厉，这一次直接在祥云书院门口动手，将我家五丫头推倒在地，害得她卧床不起。若是你不给我一个交代，这事没完。贺老夫人，安儿虽然年幼，但从来都不是品行恶劣的孩子，此事说不定有所误会。我家五丫头的手当时就破了，后背上也渗出了血丝。你若是不信的，可以去祥云书院打听打听，当时目击者众多，看看是不是老身在信口雌黄。旋即鄙夷道：“这样一个品行恶劣的孩子，你竟然说他并非顽劣之人？”沈一之身体一颤，下意识看向了冷兰芝。难道又误会他了？你胡说！赵氏根本听不得别人说他的宝贝孙子一句不好的话，当即就想要冲上去抓花贺老夫人的脸。平南侯夫人，你若是不信，就派人去打听，动手打人是没有用的。沈一之也把自家母亲拦了下来，他算是彻底看明白了，撒谎的人是沈临安。他看向沈临安：“你是要自己交代，还是等我去亲自调查？”沈临安听沈一之冰冷的质问，他直接哇的一声哭了出来。若你想要利用哭糊弄过去，那你就打错主意了。随便出去打听一下，我们便能知道真相。本宫劝你还是自己说出来的好，否则听了那些添油加醋过的真相，可能你的祖母和你的父亲会更加生气。沈临安奇迹般的止住了哭声。我确实推了他。祥云书院会开除你，也是因为此事。沈临安呆了一下，有些茫然的摇头。祥云书院开除我？没有啊，我离开的时候，夫子没有说要把我开除啊。他确实是听不到，当时夫子从中调和，想要息事宁人，让沈临安给我家五丫头道歉，可这小子竟然扭头就跑，还责怪夫子欺负他。像这种顽劣之徒，祥云书院不肯再浪费精力去教，不是很正常的吗？沈一之只觉得人都裂了，
没想到他一直以为的品行兼优的宝贝儿子，竟然是这样一个撒谎成性、满口谎言、不知悔改的玩意儿。就算我家安儿推了人，但那也是2个小孩子的事情，你这个大人掺和进来，算是怎么回事？贺老夫人翻了个白眼。是我想掺和进来吗？明明是你们一窝黑心肝，欺负了我家的小辈不说，还颠3倒4，倒打一耙。若我们这些当长辈的不出面帮忙，难道非要看着我家5丫头被你们家欺负死吗？赵氏被气出了火气，瞪向冷兰芝。你的相公和婆母都快要被欺负死了，你就这么看着？冷兰芝很无语。贺老夫人，虽然沈临安顽劣，但她毕竟是本宫的婆母的心头肉，能不能给本宫一个面子？你们心平气和地提出一个解决方案。公主所言极是，我们是郎府，可是要脸面的人家。既然公主出面说情了，那只要沈临安在祥云书院门口给我家5丫头当众道歉，平南侯府再将医药费出一下，此事便接过。你别太过分了，你户部侍郎说白了不过3品士官，竟然敢让我2品侯爵上门道歉，这个歉我们敢道，你们敢接受吗？贺老夫人沉下了脸。哼，好一个平南侯府，好一个2等侯爵，我告诉你，此事没完。冷兰芝这才站出来。既然你们双方各执一词，都不肯退让，那便让圣上裁决吧。好，老身这就回去换衣服，进宫求圣上裁决。赵氏立马怂了，躲到了自家儿子的身后。我娘也是关心则乱，贺老夫人见谅。您放心，明日一早我们便带儿到祥云书院给5小姐道歉。这还差不多，公主，我们去看5丫头了。待到贺老夫人等人的身形彻底消失不见后，冷兰芝突然面色一变。来人，将驸马拿下！众人还没反应过来，沈一之已经被公主府的家丁压得跪在了地上。公主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冷兰芝，你疯了吗？他是你的夫君，告诉驸马他错在哪里。流沙走到前头，居高临下的看着沈一之。公主弑君，公主私下里愿意敬着驸马，那是因为公主心地善良，性情温和，品行高洁，是驸马的福气。但这些并不是驸马以下犯上的借口。你帮着外人欺辱公主，便是欺君。流沙指责的话，他一个反驳的字都说不出来。类似的事情他过去做的不少，但是冷兰芝都没有跟他计较，于是他的胆子就渐渐被养肥了，一而再再而三的顶撞冷兰芝。冷兰芝，你这个毒妇，那是你的夫君啊，哪有让夫君跪拜的道理？你是公主就了不起吗？我告诉你，你今日若是敢动一只，我便做主休了你。冷兰芝他看也不看赵氏，今日先打30大板，以儆效尤。若是日后再犯，便去慎刑司反思你的罪过去吧。又对管家道：送客。我不走，我不走。被几个家丁拉扯着，这赵氏却是死活不肯离开，一声声板子在沈一之身上响起。我的儿，我苦命的儿啊！你们放开我！你们这群助纣为虐的家伙！冷兰芝，你既然敢对夫君动手，你会遭报应，遭报应的。平南侯夫人，你要是再闹腾下去，只会惹得公主更加生气，届时就不是30大板的事情了。赵氏彻底怂了，说白了，他就是窝里横。